别人穿越是天道圣地，而你却被当成生育机器。虽然你身怀荒古圣体，但在末世却是无法修炼。然而，你以为自己会躺平度过余生时，却不料家族强行给你找了个天之骄女当老婆。正当你想洞房花烛之时，你心心念念的系统觉醒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歇息吧。好。检测到宿主正在经历人生重大转折时刻，觉醒系统中。系统穿越过来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觉醒了吗？系统加载完毕，恭喜宿主觉醒人生选择系统。只要根据系统提示的选项进行选择，就能获得奖励：一、拒绝洞房，不受家族摆布，奖励太阳道体；二、顺利完婚，销售美人庵，奖励混沌体。出生在修行世家的陆渊，对这两种体质并不陌生。太阳道体是阳至刚，修炼到大成之境，掌控盖世功法，直通地路；而混沌体则是被天地眷顾的体质，不受天道法则压制，能够与万道交融，以混沌本源掠夺十方精气修炼，瞬发玄术道法，极其恐怖。混沌体不受天道法则压制，或许能够一举破除我的圣体枷锁。而一旁的顾青黄见他迟迟没有动身，黛眉不禁微微蹙起。我既然答应了你陆家的提亲，自会遵守为妻之道，为此你无需多虑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混沌体我来了。翌日清晨，当陆渊醒来之时，顾青黄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他确定房门外无人后，便开始领取奖励。系统领取奖励，恭喜宿主完成选项2，获得混沌体。刹那间，无穷无尽的混沌气在陆渊体内凭空生出，游荡着他的四肢百骸，然后快速冲刷着他的全身骨骼、血肉、经脉、五脏六腑等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盘坐在地上的陆渊猛然间睁开眼眸，这一刻，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好。只要他想，立刻就能完成引气入体，踏上修行的第一步。先尝试一下能否解开圣体的天道枷锁。随即他调动全部力量，朝着自身汇聚而去，千丝万缕的混沌气翻滚，如怒浪波涛般汹涌直下。一道清脆的声音从陆渊体内传出，那秩序神链则是被混沌本源霸道碾压，寸寸崩毁。成了，我成了，继续给我冲！随后，第2道枷锁崩碎，第3道、第4道，直至第9道枷锁崩碎之际，陆渊的符号终于开了。这就是荒古圣体的力量啊！未去昔日旧枷锁，今日方知我治我。而就当陆渊沉浸在这种喜悦之时，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。姑爷，你醒了吗？我是小姐的侍女，来伺候你沐浴更衣。进来吧。你家小姐呢？小姐她应该是去给2家圣主请安了，兴许过个把时辰就回来。论古礼，新婚完毕后，晚辈是该去给长辈请安，但陆渊身份低微，自然没有面见陆家圣主的资格，所以顾青黄没叫他，想必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。洗漱完的陆渊刚出到院子外面，就看到了一道璀璨神虹落在了庭院之中，而他正是陆家3脉的嫡系长老陆正明。见过陆家长老。你随我来，老夫有事跟你说。话音落下，陆正明便带着陆渊来到了一座山巅之上。昨夜如何？那顾家丫头可还配合？还行吧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说详细点。房中之事如何详细？祖老莫不是要我从头到尾给你讲解一番？陆正明讶然，似乎是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旁系子弟，还是一介废体，竟然敢这般与他说话。看来与顾家联姻之后，腰板倒是硬了不少。等下顾青黄请安回来，他就会返回万出圣地了。你等会见到他，切记要表明想跟他一同前往的意愿，知道吗？我也要去万出圣地，怎么之前没人跟我说过？你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分别？家族为了跟顾家联姻，付出的代价不是你能想象的，光是原石就有数百万金之多，所以你必须与顾青黄朝夕相处，争取早日诞下神胎，懂吗？家族高层还真是把我当成生育工具了，一点人权情面都不讲。不过这样我也可以就此脱离陆家掌控。走吧，顾青黄也快回来了，切记老夫之言。说完，陆正明大手一挥，陆渊便回到了院里。没过多久，一袭婀娜倩影便出现在陆渊面前。呀，小姐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去请安了。婚事已毕，我准备返回万出圣地了。以你的体质，想必在陆家的处境不会太好，不如随我同行吧。是陆家圣主的意思。陆家圣主随口提了一句，但意思也相差不多。你毕竟没有修为在身，想要前往万出圣地，需派人护送，几经周折，多有不便。索性不如直接加入万出圣地，长居于此，也免得别人说什么闲话。好吧，何日启程？今日。经过2天半后，陆渊3人终于是来到了万出圣地的外门大殿处。而此时殿内的弟子不多，只有寥寥数道身影。殿中央的位置，则是坐着一名发鬓斑白的老者。咦，青黄，你不是回家成亲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有劳徐长老挂念，圣地大比在即，我也需早做准备。
孤儿回返的快乐些。这样也对，圣女之位非同小可，是该好好准备准备。今日前来是想请徐长老行个方便，帮他办理一下入门手续，不知是否符合圣地的举荐流程。哦，既然是你亲自举荐，那自然是可以的。这个身份令牌和阵盘，以及这本入门指南，你先拿着。等下我去办理之后，你就算正式加入万出圣地了。好，多谢徐长老，有劳了。这阵盘是开启洞府用的，在万出圣地，外门弟子皆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居所。你跟随我去栖霞峰居住，所以无需理会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，请选择。作为先天荒古妖体，只因无法修炼，便被家族当成生育机器。这次好不容易脱离了家族，来到万出圣地，系统却给了他2个不一样的选择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，请选择：一、与顾青黄同行，前往栖霞峰居住，奖励1万金元；二、拒绝同行，独自在外门居住，奖励上古地精心法。触发系统奖励了1万金元和地精心法，你个狗系统，区1本心法，你就想分离我和青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没事，我这人散漫惯了，就住在外门吧。况且万出圣地的大比在即，我若前去叨扰，恐怕会让你修炼分心。姑爷住在外门，可是没人服侍你呀，你要不再想想？我在陆家只是旁系族人，向来都是自力更生，不是什么娇贵的公子哥，哪里需要人照顾？罢了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便依你吧。回去之后，我大概率会闭关一段时间，持着这块令牌，可自由出入圣地的大部分地方。你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就来栖霞峰找灵儿。好。离开了大殿之后，陆渊便回到了他自己的洞府。系统领取奖励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上古地精心法。陆渊盘坐在石榻上，看着这一页金色纸张，光是扫上一眼，就感觉有宏大的道音在脑海中奏响，宛如洪中大吕，震耳发聩。不愧是地精心法，果然玄妙非凡。随后他连忙运转混沌体，开始修炼这个心法。转眼间1日过去，陆渊才从深层次的修炼中醒转过来，而他也算是真正踏上修行路。我的苦海比之寻常修士要大上10倍，尽己所需的修炼资源也要远胜他人。要想快速提升修为，原是必不可少。突然，他想到了圣地有一个叫运龙涧的地方，埋藏着一条数万里的天地龙脉，是供弟子们修行的。但外门弟子只能在最外层修炼，且1个月只能逗留1天。我现在也算是万出圣地的外门弟子，其他点龙脉精气不过分，先将这个月的给用了。1个时辰后，陆渊来到了运龙涧的所在之地，只见空地处已有不少的弟子在排队，而他则是选了一列排在了后方。而就当这时，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阵骚动。快看，柳红师姐，柳红师姐来了！一众圣地弟子惊呼，目光齐刷刷的朝着同一个方向望去。只见一名蓝衣女子骑着一头神骏仙鹤飞来，柳红没有和其他弟子一样排队，而是径直落在最前方，直接入了涧内。哎，柳红师姐骑的仙鹤都能随意进入运龙涧中修行，真是人比鹤，气死人！要是可以的话，我真想成为柳红师姐的坐骑，当她的狗。这位小日子，别做美梦了，你一个外门弟子，连凌空飞行都费劲，请你能做什么？更何况3个月后，柳红师姐就能成为圣地圣女了。你个臭小子，找死是不是？由柳红引发的话题，令得众位弟子各有意见，而陆渊却是并未在意。过了半个时辰后，陆渊也是终于进入了运龙涧。当他看到里面的灵气满天飞时，他就知道来对了。不愧是运龙涧，在这里修炼定会事半功倍，进境神速。旋即，他不再浪费时间，立刻催动起了体内的混沌本源。刹那间，场中发生惊人异变，以陆渊为中心，一股股磅礴的天地精气开始疯狂地朝他靠拢。这是什么好霸道的聚灵功法？这等吞纳速度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一看就是刚入门的愣头青，敢在运龙涧这样掠夺天地精气，也不怕将自己撑得爆铁。而此刻的陆渊闭眸盘坐，一动不动，那一股股磅礴的天地精气正被他快速吸收。时间不断推移，陆渊的修为也随之升到了苦海境3重天。也正是因为他的混沌体太过苦，导致旁边的人连汤都没有一口，所以也让一些人心生怒意。岂有此理！你以为这运龙涧是给你一个人开的吗？你是谁？为何惊扰我修炼？小子，你霸占一方区域，强行掠夺精气，你懂不懂规矩？各凭本事修炼罢了，有什么规矩？你若争夺不过，大可像其他人一样，换个地方便是。我争不过你，真是可笑！别以为得了一本高阶聚灵功法，就能在外门横行无忌。实话说，你还差得远。作为师兄，让我来好好管教你。啧啧，这个愣头青果然是把刘牧给得罪了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我们出手啊。怎么，你要在这里动手？是又如何？给你长长记性。
被打吐血之后，此刻的刘牧才意识到，这个小子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。这怎么可能？苦海境7重的刘牧竟然不是此人的一合之敌，外门什么时候多出了这么一位可怕人物？你不是要教我规矩吗？就这点本事，如何教我？找死！太慢了。我要杀了你！而就当这时，一道恐怖的气息突然来袭。你们不去修炼，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只是他强占了我的修炼位置，还出手伤人，将我打成这般模样，是这样吗？陆渊闻言皱了皱眉头，没想到这刘牧也不是什么硬骨头，竟然跟执事告起状来。不过他也懒得开口解释什么，直接拿出顾青黄给他的那枚令牌。紫金令牌。这个老六有多嚣张？他不仅把别人灵气吸光，还把人打成了重伤。就当圣地执事来主持公道时，他却抬出自己老婆的身份，把别人吓得连连道歉。从玉龙剑离开之后，陆渊便朝自己的洞府行去。但当他没走多远，他体内的混沌本源竟是受到了神秘力量牵引。那里有什么东西竟能引动混沌体？冰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：一、前往峰顶一探究竟，奖励500金元；二、不理不睬，直接回去，奖励上品法器1件。500金元和上品法器。虽然法器好一点，但触发系统提示，那就说明山顶上必有好东西。半个时辰后，陆渊终于来到了山顶，他体内的混沌本源也变得更加活跃。眼前一座通体漆黑的石碑矗立在那里，而在那石碑旁处，还有一位白衣男子长身而立。咦，外门弟子，过来吧！你既然能找到这里，就说明与此物有缘法，或许能得到一桩大造化。请问这是什么？以混沌石打造的碑文。混沌石，难怪我面对石碑时竟生出一种同宗同源的奇异感觉。不知师兄刚刚所说的大造化是指什么？碑文，我万出圣地最高深的秘术传承，都是源自这9块混沌石碑。不过这上面烙印的经文晦涩无比，没有缘法的弟子根本无法参悟，所以宗内的大人物就把他们物封存起来，从而石碑出现的时间、位置都不确定，只有与他有缘的弟子才能心生感应，找到这里。譬如你我这样的人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师兄告知。抓紧时间参悟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石碑就会逆去。好，话音落下，二人便各自盘坐，都陷入深层次的悟道当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震慑的声音响起，石碑像是生出了自我意识，从山顶处遁空而去。可惜，看着白衣男子眼中的遗憾之色，想来是未能完全参悟石碑上的晦涩经文。而反观陆渊那边，眸中神采奕奕，似是收获良多。敢问师兄名讳？以你的天资，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，到时候自然知晓。真是个深不可测的人啊！半个月后，陆渊靠着系统奖励的原石，成功踏入了苦海境7重天。虽然进境迅速，但消耗的资源也是极为惊人。而另外一边，一座简陋木屋内正坐着3个人。刘师弟，这是要杀谁呀？陆英。陆渊没听说过外门有这号人物，什么修为？大概苦海5重上下吧。200金元。这么贵，师兄，我可是熟人介绍来的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认缘不认人，给我缘，我帮你做事。不过你既然找上了我，做不做都要给，想清楚了再回答我。思虑了数息之后，刘牧此刻也是没有办法，只好从了他们。这里面有80多金元，外加1柄下品法器，已是我全部的积蓄了。刘师弟，以你苦海境8重的修为，拿不下一个苦海境5重的，此人要么实力惊人，要么在宗内有不俗的背景，这一点可骗不了我。你觉得你这200金元花得还亏吗？不亏不亏。行了，告诉我他人在哪。2天半后，正在洞府修炼的陆渊突然察觉外面有2个修士气息在此徘徊，随后陆渊便起身走出洞府。片刻之后，一名娇媚女子出现在陆渊的视野中。这位师弟看起来好面生呀，可是刚刚搬到这座洞府居住的。我刚入外门不久，你是？我叫秦平，比你早入门2年半，就住在旁处的那座山峰。师弟长得好生俊俏，不知如何称呼？陆渊。果然没有找错人，陆师弟年纪轻轻，修为倒是不弱，不知可否帮师姐一个忙？我在一处古林中发现了一株上百年份的珍稀灵草，但那周围有一只实力强横的妖兽守护，我一个人奈何不了，所以就想着跟师弟合作一下，我去引开那妖兽，师弟趁机取灵草。不知陆师弟意下如何？当然，我不会让师弟白做，事成之后另有一番报酬。哦，什么报酬？这个吗？可以商量。并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：一、答应前往，奖励玄术神通，我行丹手艺1门；二、拒绝同行，奖励100年份灵草1株。好，什么时候去？迟则生变，现在就动身吧，被别人捷足先登，可就不好了。话音落下，秦平快速向前方掠去，而陆渊则是紧跟其后，但他的神识也知道隐藏在暗中的那名修士也同样跟在后面。数个时辰后，秦平将陆渊带到了一处幽深山脉，四周都是空荡的山谷，武林茂密，人迹罕至。陆师弟，
再往前行上几百里距离，就到我说的地方了。现在还是在山脉的外围，没什么强大的妖兽出没，所以你不必紧张。好。随后，二人放缓速度行走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没有丝毫的紧迫感。突然，秦平的手掌伸出了一股炙热的火球，嘿嘿，师姐聊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喷火呢？话音落下，此刻的秦平已经知道陆渊心中早有了防备，索性他也不再掩饰，娇躯一震，一股苦海境大圆满的气血之力轰然爆发，想要挣脱陆渊的束缚。只不过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是挣不脱那张铁钳般的大手。这是什么力量？秦师姐，你似乎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云哥，救我！小子，放开平妹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？告诉我，你们受何人指使？或许我会让你们二人死得痛快点。找死！小子，敢抓平妹，给我去死！还给你。云哥，此人古怪，万万不可轻视。没事，交给我吧。你没有以女人为要挟，让我束手束脚，看在这一点上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。我随意出手，便可镇压尔等，无需使用这般手段。狂妄至极，离火灌入。什么？他居然挡下来了！云哥小心！怎么样？你还是不说嘛？是刘牧，刘牧出了200金元，让我来杀你。刘牧，果然是他。我这里有刘牧的传音符，只要你放过我们，我愿意将他换来，帮你设计擒杀。随后，范云掏出了一张传音符，很是果断地抛给了陆渊。而就当这时，他身后的秦平却趁其不备，快速冲上前杀。雕虫小技。陆渊看着二人的尸体，心底不禁涌现出一股异样感觉。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杀人。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选项1，奖励玄术，我行大手艺。奖励拿到，陆渊没有急着去修炼，而是把他们的包填了，便快速离开了这里。另外一边的洞府内，刘牧看着手上的传音符，传出说事情已经搞定，邀约他去一个地方认尸。不愧是外门的老牌弟子，效率就是快。陆渊，你现在知道招惹到我刘牧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了吧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没过多久，刘牧就来到了玉简中记载的位置。此地倒是颇为偏僻，没有半点的烟，倒是个杀人焚尸的好场所。那这个就叫做专业。而就当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破风声，一道修长的人影出现在了他面前。陆渊，你没死？怎么？你很意外？这怎么可能？范云、秦平呢？自然是死了，不过别着急，你很快就会跟他们团聚。陆渊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见状，刘牧最后把心一横，直接纵身跃下悬崖，坠落了下来。倒是省得我亲自动手了。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1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下去追踪，奖励身法玄术，无挂猎影100，不予理会，就此离去，奖励500金元。这也能触发系统选项，看来下面必有重宝啊。随后收到系统的提示，陆渊也跟着下去。而悬崖底部一汪深潭旁，刘牧正坐在那里。哈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看来是老天都不愿意收走我的命。区陆渊，奈我其何？紧接着，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座被人工开辟出来的洞府，这里有人居住过。刘牧将信将疑走进了洞府。入目所望是一片不大不小的空间，而洞府内的正中央则是盘坐着一道身躯干瘪人影。前辈看到无人回应后，他便过去搜索了一番眼前的尸体，最后让他找了一个储物袋，而里面确实有不少好东西。陆渊，你没想到吧？将我逼下悬崖，反倒是送了我一桩大造化。待吾修成归来，晋升内门弟子，到时候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。咦，你果然没死！什么？听到声音的刘牧直接被吓得亡魂皆冒，他怎么都想不到陆渊竟然谨慎到了这种地步，千丈的悬崖也要跟下来一探究竟。看样子是个强者的洞府，多谢你替我引路。没过多久，刘牧就被陆渊给杀死，而他刚填的储物袋也被陆渊将里面的东西抖了出来，其中不出他所料，那些通灵法宝都是暗淡无光，失去了色泽，而那几本功法玄术倒是能派得上用场。随后他便坐下来，打算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。转眼间7日过去，陆渊也顺理成章的修炼到苦海境大圆满，还不错，这个境界已经修炼到极致，是时候该进军下一个境界了。随后他取出从范云那收刮来的2颗聚灵丹，便快速炼化。半个月后，陆渊也从悬崖底回到了圣地洞府。此时的他刚回到没多久，就听到了外面灵儿的声音：“姑爷，你在吗？”在，进来吧。
灵儿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要紧的事呀，就是过来看看你。姑爷平日里都吃什么？我已辟谷，无需饮食。姑爷，你能修炼了？可以啊。荒古圣体竟然可以修炼。姑爷，你现在是什么修为？为什么我在你身上察觉不到神力波动？一件能屏蔽探查的秘技而已。至于我的修为，应该是在运灵境2重天吧。天啊，运灵境！姑爷，你真的是瞒过了所有人啊！小姐要是知道这件事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或许吧。紧接着，二人又闲聊了几句后，穆灵儿便急匆匆的离去了。但没过多久，顾青皇便出现在了这里。灵儿说：“你打破了圣体的天道枷锁，踏上了修行之路，是真的吗？”没错，果然是运灵境。开辟苦海之后，你在修行上可还顺利？能否感应到其他的天道枷锁？除了修行资源耗费良多之外，其他的倒是没什么感觉。这样吗？他看着前面的陆渊，心里的直觉告诉他，现在的陆渊似是非常强大。兴许这就是荒古圣体的奇异之处吧。可惜在神力方面略有欠缺，想要与那些老牌的内门弟子争锋，仍然有着境界上的劣势。7日之后的圣地大比，内外门榜首的奖励很丰厚。以你目前的修为，虽然进入内门8强的希望渺茫，但也不失为一次磨砺自身的机会。若有兴趣，可以参加。哦，内门榜首有什么奖励？进入造化神坛的名额。而后顾青皇又给他介绍了造化坛座，主要的还是运灵境大圆满的弟子境界，可直接开辟识海，凝练神功。原来如此，倒是场不小的造化，到时候我会参加。为了7天后的大比，陆渊决定再次进入运龙界吸收灵力，但凭他内门弟子的身份，确实能进入第2层。而就当他修炼了2天半后，他的手突然裂开，出现了一条金色大龙。本源龙气出现了。吸收掉这道本源龙气之后，我有信心能够进入运灵境7重天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滚！区区运灵境5重也敢染指本源龙气，不自量力。段成风，你怎么不服气？说完，段成风道出其实在场的脸上都闪过一丝畏惧神色。既然无人敢战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师弟，别那么心急，这本源龙气怕是还轮不到你。照我说，还是各凭本事吧。这是取星族和祭星，但是另外那个是谁？我好像没什么印象。你是何人？陆渊，听都没听过，无名小卒也敢对我出手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吗？没事，我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。找死！什么？这一刻，在场的一众内门弟子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着陆渊，心中不约而同的生出一个想法：内门什么时候多出这么一位狠人了？而就当众人对陆渊的实力感到震惊之时，他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。二位似乎有些不太守规矩啊。陆渊师弟对吧？观你神力，貌似只有运灵境初期的波动，确定要趟这趟浑水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。迷雾神剑术，这是万金阁中的一门高深玄术，许师兄竟是将这门绝学修成了。哼，看我一拳打破你这阵法！什么？一起上，先解决掉他。这陆渊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然连取星奴、季新2人联手，都是压他不下，如此战力，莫非是要逆天不成？罢了，这道龙气我不要了。见到取星竹掉头就走，季星见状也是轻叹一声，默默退去。而本源龙气的争夺之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。尘埃落定之后，陆渊开始运转混沌法炼化那道本源龙气，直至2坤天后，陆渊才从深层次的修炼中醒转过来。还不错，突破到了运灵境5重天。随后他算了算，圣地大比的时间也快到了，故而起身离去。转眼间3日过去，而万出圣地数年一度的大比终是来临了。这次因为有当代圣子、圣女的选拔，所以在规模上要大上不少。而上面的那群都是万出圣地的高层人物。人群中，陆渊静静站立，目光同样在看向高台之上，止不住的闪烁。万出圣地和那几位圣地的太上长老，皆是天神境的至强者。在这个圣人不出、王者不显的末法时代，几乎已是各大道统明面上的最强战力。不知我走到这一步需要花费多长时间？10年、20年，亦或更久。与此同时，高台上的一角，顾青皇也是出现了。拜见师尊。
青黄不必多礼。是师尊。洞天境3重天，很不错。这次的圣云选拔，你有很大机会。我会全力以赴。边尽力就好。对了，之前你说你的那位小道侣可以修炼，这次大比他来了没有？他应该是来了吧？或许会在内门战中脱颖而出。哦，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？荒古圣体虽有天道枷锁束缚，但终究不是凡体。徒儿上次与他相见，便隐隐察觉到他体内的强悍气血，非同境界修士所能及。若是参战，当不会泯然于众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为师就拭目以待吧。荒古圣体这种体质太久远了，貌似已经沉寂了数十万年，想要重新崛起，又谈何容易？而台下的陆渊自然是早就看到了高台上的顾青黄，不过他并没有声张，只是望了一眼，便看向了别处。这位兄台，你可认识那高台上的白衣男子？你是刚入门不久吗？连他都不认识？那位是我万出圣地一位太上长老的嫡孙，7大真传弟子之一的尹天兜。他自小就在圣地长大，修道天资极其恐怖。放眼整个南域的年轻一代，都是翘楚人物。或许大比结束后，就能登临圣子之位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兄台告知。随后，只见一名长老出现在上空，然后他便开始宣布起了大比规则以及各种榜首奖励。数息过后，只见他手一挥，就凭空出现了几个高空擂台，悬浮在上空。好了，擂台已搭建完毕，我宣布本次大比正式开始。刚才念叨的弟子准备登台比试吧。男子为了能在宗门大比获得第一，竟直接吸收了一条本源龙气，而他的修为更是连续晋升5个境界。时间来到3天后，宗门大比到来，而第一场则是一些外门弟子参战，双方比拼多是肉身之力的碰撞，术法谈不上有多精妙观赏性，只能算是一般。2个半时辰后，则是来到了内门弟子的对决。好了，外门弟子对决已经结束，接下来是内门弟子，刚才念到名字的上台。哦，第一场就由我。比赛开始。什么？你输了？多谢陆师兄手下留情，我输了。承让。那3出擂台才刚刚开始，这边就结束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很快的速度，很强的爆发力。距离上次见面，他的实力似乎又有所精进了，现在应该处于运宁境中期上下。看来他身上还有不少秘密呢。随着时间不断推移，半个时辰。陆渊迎来了自己的第2场战斗，不过这次他的对手倒是个熟人，正是那名与他争夺本源龙气的几星。季师姐，加油，打败他，不要与他硬拼，尝试切他下3路。真巧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自上次一别，想必陆师弟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吧？还好。这样吗？那等下还望师弟手下留情，不要让我败得太惨。美人计对我可没用，想晋级就拿出真本事吧。法器倒是不少，可惜没用。好快的身法玄术！我认输。你的这门玄术叫什么名字？佛光掠影。好名字，是我技不如人。这记行拜的倒是不远，此人刚刚所施展的那门玄术，竟是连我的神念都只能捕捉到模糊残影，更何况是还没开辟出识海的运灵境修士。确实如此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运门8强的名额，此人要占据一席之位了。不错的术法。接下来的战斗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只不过陆渊的第3场对手直接放弃，导致他直接晋级到了8强。又是半个时辰过去后，8强赛终于来临了，而陆渊此次的对手则是一名体躯高大的青年男子。陆渊是吧？观你修为还未曾圆满，能走到这里实属不易。我这人手脚不知轻重，你早早认输，可免受皮肉之苦。哦，巧了，我这人手脚也是没个轻重，倒想领教一番。不知所谓。有点意思。大荒掌。雕虫小技。难怪有恃无恐，不肯认输，当真是有两下子。不过你的境界太低，终究难以与我匹敌，看我拿你。不过如此。咦，这2个小家伙在炼体一道上造诣皆是不俗，几乎快要超越运灵境的极限了，倒是个可塑的好苗子。既然你也精通于此，那就在这个领域上分个高下吧。正合我意。
如何，还享受这皮肉之苦吗？你好，今日算是领教了，我认输。此局陆渊胜，此人便是你那新婚道侣了，实力不弱，人长得也不错，若非是那种遭天妒的体质，与你倒还算是般配。师尊，你说他能夺得内门榜首吗？难，此次的内门比试还是有几个弟子不错的。你那小道侣的真实修为，应该不过韵灵境5重天上下，想要夺得榜首，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。顾青黄闻言便不再说什么，因为陆渊能走到这一步，对他来说已经出乎意料。不过眼下，他的心中却对陆渊生出一种莫名的自信。随着陆渊的比试结束，而另外一角擂台上还没开始，却是传出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。我认输。开口之人显得非常洒脱，掉头就走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啊，这就认输了，不再争取一下。虽然说进入8强已是得到了进入造化神坛的名额，但是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丰厚的奖励啊！争取个屁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聪明人才不会自求其辱。况且你们可知道，那木冲是大长老家族中雪藏多年的嫡系天骄，可能怀有某种特殊体质，参加那门战只因年岁尚浅来走个过场罢了，将来几乎是内定的真传弟子。原来是大长老家族的人，难怪有如此实力，以前却没听说过。而此刻的木冲对于周围人的议论全然没有放在心上，面庞冷漠，始终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傲意十足。好了，下面开始进行4强对战。下一局，木冲对战沈策，陆渊对战曾无私。我认输。好，那木冲胜。你们呐，是否要交战？陆渊神色从容地看着旁边的女子，此刻是个人都能看出来，曾无私的状态很不好，因为上一场大战几乎耗尽了他的神力与底牌。大了，我也认输。话落，两人便离开了这里。旋即，擂台上就只剩下2道身影，而这2道身影都没有要弃权的打算。看样子，陆渊这是不打算认输了，要与木冲一较高下。陆渊的实力虽然不弱，但是想要与那位争夺内门榜首的位置，还是有些不够看啊。既然你们都不认输，那内门决战开始。区区韵灵境5重天的修为，也敢与我一战，倒是有趣。你是想借此机会扬名吗？正常比斗罢了，况且你自认为的名头，在我眼里算不了什么。哼，井底之蛙，口气还不小。老规矩，3招拜。一道神念就想斩我，少年，你太自负了。你区区韵灵境5重天，竟然修出了识海，这有何难？倒是我小瞧你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井底之蛙，古神指。5行大手印。雕虫小技罢了，想要胜我，就拿出真本事来。先前的比斗竟还不是他的全部实力，果然能走到内门决赛，没有一个是与之辈。好，陆渊是吧？你的确有资格让我正眼相看，作为回报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。卧槽，古神体，传言无虚，木冲竟然真的是一尊神体。大长老，你们家族这一脉倒是出了个好苗子，兴许日后能添上一位东荒神王。哪里，木冲这小子还差得远。能让我展现出神体威势，在同辈人中，你足以自傲了。接下来的战斗将毫无悬念。没想到竟然是一尊神体，倒是有点意思了。交战了数十个回合后，木冲没想到自己展现出了古神之力，竟然还是无法干净利落的拿下此人，这实在是有损他古神体的威名。你很不错，但这闹剧也该结束。古神药师剑，刹那间，一尊庞大的虚影显化在了擂台上空，缭绕神光万丈，雾霭迷蒙，声势浩大到了极点。这是神体一项，木冲竟是在这个年纪就修成了神体一项，天之当真了得。古神药世间，这应该是你最后的底牌了吧？那好，就用异象来决出胜负吧。刹那间，一株青莲出现在陆渊身侧，阐述着大道真意。漫天的混沌气迷蒙，席卷八方，赫然是圣体异象，混沌众青莲。在陆渊的异象显露出来之际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动容无比。这是荒古圣体的独有异象，已经沉寂了数十万载岁月不曾出现，没想到今日竟然在他们圣地的大比上显化。
荒古圣体，陆渊竟然是荒古圣体！等等，陆渊，陆家，他不会就是天池陆家与顾青皇师姐结为道侣的那位吧？不对，不是说荒古圣体被天道降下了枷锁，无法修炼吗？他怎么能开辟苦海，修炼到运灵境，而且还成功修出了圣体异象，实力惊人。原来你是这种修行体质，难怪能让我生出如此强烈的感应。荒古圣体又如何？这种体质早已被天道舍弃，时隔数个时代不显威名，沦为一介废体，还能翻得起什么浪花？我修道时日尚短，若是同阶一战，我翻手就能镇压你，神体真的算不了什么。呵呵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就让我看看你这混沌青莲究竟有何不凡之处。如你所愿。重儿，这一刻，全场寂静，无数圣地弟子全都感到震撼莫名。半只脚踏入神功境的神体木冲，却被运灵境五重天的荒古圣体强势击败，实在是太过于惊人。那种体质真的有传闻中说的那般强大，号称同阶无敌，大成之时可叫板古之大帝，若是成长起来，战力必定逆天。长老可否宣布大比结果了？内门决战，陆渊胜。听着长老宣布胜利，不少圣地弟子都沉默了，只有顾青皇俏脸上洋溢着淡淡的浅笑。陆渊显露出的非凡战力，足以说明他绝非一个碌碌之辈。饶是有天道枷锁缠身，依旧勇猛精进，不曾屈服于命运，亦能绽放夺目光彩。这样的人，哪怕最后成就有限，他都会一如初心，相濡以沫。男人为了能够获得造化神坛的名额，竟直接将圣地大长老的兵打成了，而他获得胜利后，便直接回到了观众席。接下来的大比便是轮到了核心弟子，但核心弟子没什么看头，我们直接跳到真传弟子争夺圣子圣女之位的对决。圣子圣女之位决战，尹天都对战李一舟，柳红对战顾青皇。随后，两人出现在了舞台。尹师兄出场了，这场战斗将毫无悬念，圣子之位实至名归。尹师兄，请赐教。李师弟，出手吧。逐日诀，还不错。不愧是尹师兄，如此强大的玄术神通，竟然被他轻而易举的化解。这样的实力，果然非同代人能够望其项背。师兄手段，在下自愧不如，我认输。承让了。尹天都胜。随着圣地长老的宣告声响彻，尹天都当选圣子之事就此板上钉钉。随之，圣女之位的角逐很快来临。只见顾青皇和柳红身形一闪，便落在了擂台之上。二女在擂台上没有过多言语，直接开启了圣女的争夺之战。看着这一击没得手，两道恶恶身影各自同时交战在一起，这是一场恐怖的大对决。即便是老一辈的人物都为之侧目，他们的每一击攻势都能沟通无形无尽的深意，为之所用，肆意直至数十个回合。柳红的身形到此一步，重新显化在众人眼前。此刻的她面色苍白，嘴角溢血，似是遭受到了不轻的重创。先天道胎果然强大，是我输了。柳红师妹承让。话音落下，至此圣女之位便尘埃落定。随后，陆渊从长老那里领到了一枚七窍玲珑丹和进入造化神坛的名额后，便准备离去。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要走？你为万出圣地新晋圣女，将来琐事繁多，怕打扰到你。没什么打不打扰的，倒是你进步之快，让我都是始料未及。距离造化神坛开启应该还有几日的时间，现在索性无事，就随我去栖霞峰走一遭吧。来了圣地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去过，正好我师尊也想见见你。也好。随后，二人在众人的目光下，很快，陆渊随着顾青皇来到了栖霞峰的一座殿宇。师尊，我回来了。晚辈陆渊见过太上长老。不必多礼。看着眼前这个30多岁的女子，任谁也想不到，她却是一尊活了2000年的天神境强者。荒古圣体果然不凡，每一寸血肉中都蕴含滚滚精气，旺盛如幼年真龙，着实令人惊讶。前辈谬赞了。既然你已经和青皇结为了道侣，那也算是本座的半个弟子。日后闲暇可多来栖霞峰走动。至于圣地高层那边，本座也会尽量与他们商议，看看能否拨出一部分资源来，试着去培养一个能修炼的荒古圣体。顾青皇一听，俏脸上立马浮现出惊喜之色，而陆渊听完，心中也是大感意外。没想到顾青皇的师尊还挺看好他，第一次相见就许诺下了一份重礼。多谢太上长老。无妨，圣地大比刚刚结束，你们二人先前相聚的时间不多，本座就不多留你们了，去吧。是，弟子告退。
接下来的几日时间，陆渊都是在栖霞峰上度过，直到2天半后是造化神坛开启的日子，陆渊则是早早醒来，而床榻上的顾青黄却还在熟睡。只因陆渊的身体太过强大，饶是洞天境的圣女也是吃不消。随后他放了一本道经心，一本混沌神魔观想法后，便离开了这里。片刻之后，他来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谷地，而先前被陆渊打到重伤昏迷的木冲和韩江，也是早早来到了这里。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吧。好，旋即这4位神境之上的圣地长老蓦然起身，攻入天地，各自占据一方虚空，掐指回应。紧接着，各位长老大手一挥，无尽的修炼资源、天地瑰宝被投射而出，然后在一股股恐怖力量的碾压下，不远处的那座古土神坛快速点亮。神坛一开，能变化多少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随即，8位榜上有名的匿名弟子心领神会，各自飞入神坛。造化神坛内的面积很大，容纳个上千人都绰绰有余。而陆渊则是随便挑选了一处，便快速盘坐下了，开始修炼。但由于他吸收精气太过恐怖，也令得几位圣地长老都惊了。如此巨灵手段，当真了得？是木冲那小子吗？不是木冲，是圣体陆渊，他吞噬的速度还在加快。诸位不要分心，随时准备投入第2批资源维持平衡。转眼间25日过去，4位长老手里的修炼资源本来是够维持1个月，但还没到7天的时候就被消耗光了。中途他们只好又回圣地调度了一批过来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陆渊那小子吸收的太多太快了。运灵境大圆满了，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凝聚神功。身怀混沌荒古2大圣体的你，第一次进入造化神坛便把圣地资源吸走一大半，直到1个月里面出来的你更是连跳5级晋升到了神功境。不错，这几人皆已突破到神功境界，可以晋升为核心弟子了。这木冲刚入神功境界，就能将神识淬炼得如此强大，看样子是到神功境3重天的程度了。陆渊是吧？之前大比一战是我大意，才让你侥幸取胜。如今你我双双踏入神功境，可还敢再决高下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不过一介废体罢了，何以自视？莫非是怕了不成？聒噪！你。一瞬间，木冲的神念竟是在顷刻间土崩瓦解，被全方面的碾压。而一旁的圣地长老也是察觉到了陆渊的强大，远非现在的木冲所能敌，便出来打圆场。陆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们2人皆是我圣地的杰出弟子，年轻人之间意气相争实属小事，切勿以神念大动干戈，否则伤了尸骸，后患无穷。冲哥，算了，你搞不赢他的。是弟子知晓。好了，你们几个突破到神功境之后，便可去内门大殿晋升为核心弟子。现在谷地即将封闭，速速离去吧。众人听闻，便各自离开了这里。陆渊离开之后，没有赶往内门大殿，而是先来到了栖霞峰。姑爷，你回来了。灵儿，青黄啊！小姐她不在风中，半个多月以前出发去北域了。去北域了？那好吧。对了，姑爷，你的家族前几日来人了。哦，谁来了？我也不认识，一老一少，好像是陆家嫡系之人。不过那名老者与一位圣地长老有旧，被邀请过去小住了几日，似在特意等你。这样吗？陆渊知道这陆家嫡系之人此番过来，肯定是为了打探他与顾青黄的造人进度罢了。随后，他与灵儿聊了几句之后，便从栖霞峰离去。但当他准备回到自己住所时，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：“陆渊，你是何人？”嫡系3脉，陆元龙，按照族内辈分，你该叫我一声堂哥。何事？没什么事，只是因家族长辈所多，顺路过来看看你。不过看样子你在万楚圣地过得似乎还不错。看我有话直说，不必弯来绕去。到底是万楚圣地的那门榜首啊，说话都硬气了不少。不过这就是你对堂兄该有的态度吗？天池辽阔，脉系众多，你还是别乱攀亲戚的好。至于态度，我就这个态度，谁来都一样。看来娶了顾青黄之后，你逐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。你一介荒古废体，替家族好好繁衍神胎，才是你现在应该做的。听说你在圣地大比中得到了一枚7窍玲珑丹，把那枚丹药交给我，今日之事我便不再计较，顺便还能在族老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。听到这里，陆渊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意，猛然间暴冲过去。运灵境9重天，狗一样的东西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！陆渊，你敢对我出手，你找死！你敢伤我，待我禀告家族！安静没！此刻，陆渊整个人平静地站在那里，宛如一座巍峨大岳矗立，压迫感十足。旁系也好，嫡系也罢，在我眼中都不算什么。重要的是别来惹我。今日略施惩戒，留你一条性命，以后再难遇见我，把头埋低，低调做人。
诀后，陆渊不在此地久留，扬长而去。经此一事，他也没有了要去洞府中收拾东西的想法，而是径直赶往了内门大殿。片刻之后，陆渊来到内门大殿，而前面则是坐镇着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虽是老态龙钟，却是让人不敢小觑。弟子陆渊前来晋升核心弟子。而那名老态龙钟的圣地长老听见这个名字，罕见的睁开了眼睛。圣体陆渊竟是这么快就突破到神功境了吗？这样的修炼速度倒是和传言中的大不相符。晋升核心弟子需完成一项试炼任务，成功之后才能晋升。只不过你来晚了，刚才有数位内门弟子同时突破神功，他们便把现有的试炼任务都挑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高难度的。哦，不知那仅剩的高难度任务指的是什么？追杀。对方什么修为？神功劲武重天，此人乃是南域燕国一带有名的流寇，以杀人夺宝为生。几年间接连斩杀我圣地数位优秀弟子，实力提升得很快。只是最新情报刚传递回来不久，还没来得及调整，搁浅一阵子后便会上升到核心弟子的任务榜中。而就当这时，久违的系统声音突然在陆渊的识海中响彻。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有触发选项奖励：一、接受此任务，奖励通灵法宝1件；二、拒绝野生犯险，步步为营，奖励寒霜晶铁10斤。陆渊闻声，眼神不由得一凝。这次的试炼任务竟然触发了系统奖励，他知道肯定有些不太寻常。长老，这任务我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祝你好运。对了，这任务还有额外的追加报酬，斩杀此人后将人头带回，可获得2000金元的奖励。好。男人只想晋升一个内门弟子，殊不知圣地长老竟让他去追杀流寇。时间来到2天半后，陆渊的身影出现在了燕国境内，而他几经周折，也终是在一片野外蹲到了流寇倪萍的踪迹。虽然那人的样貌和记载的有些许出入，但是气息却是掩盖不了分毫。而那人似乎也是察觉到了后方有人在跟随，便施展功法，快速穿起来。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一处人迹罕至之地，倪萍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朝着后方寂静的山林中凝望而去。阁下跟了我这么久，还不现身一见吗？警觉性不错。你是谁？万出圣地。原来如此，你们万出圣地是没人了吗？这次怎么派你一个神功境1重天的过来送死？我修为虽然不高，但杀你足够了。呵呵，圣地弟子向来自视甚高，你倒也是不例外。依稀记得半年前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内门女修，不远万里前来追杀我，最后的结果你懂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有些意犹未尽。人把自己看得太高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所以你身上的储物袋，我就笑纳了。好强大的肉身力量，堪比一具宝体，难怪只身就敢来追杀我，确实是有些本事。不过很可惜，你还是要死。哼，聒噪！陆渊不愿多费口舌，个人化作一道数节流光，便冲杀向前。你肉身那么强，狗才跟你肉搏。嘿！什么？华为 Mate 70 Pro 怎么样？想要吗？你这东西，我这一堆呢。你们想要别的，这里选一台就好了。华为 Mate 70、苹果16 Pro Max 都有，都是左下角要发出去给粉丝的，一天发1000台，不限量。这些都送？对啊，见者有份，很多人都领到了。领不到怎么办？你看这名单都是一一对应的，还能骗你不成？你要是早上线注册，上一批发货名单都有你了。那我赶紧去试试。小子，神功境1重天的修为能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你足以自傲了。作为回报，我会将你的尸体技炼成傀儡，永存于世。随后，倪萍伸出一挥，祭出了自己的法宝。只见横空之上，一座金色的大门显化于天地。法宝，而倪萍这边则是口中默念咒语，催动着法宝。给我震！金色大钟瞬间大了数，裹挟着强烈的威压，朝陆渊镇压而去。而陆渊见状也不躲避，直冲空中击去。哼，你的肉身淬炼的虽然不俗，但想撼动我的法宝，实属是痴人说梦。区中品法宝罢了，算得了什么？看我打碎它！陆渊肉身的强大，令得倪萍尤为震撼。一个1重天的修士，竟然硬汉他的法宝，估计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。看来你已是无计可施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送你上路。陆渊失去了兴趣，一招杀人间出现一座漆黑魔域，猛地冲向去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级别的法宝？别杀我！我知道一则秘辛，一处破碎的小天地将开，其中蕴有圣人传承。
哦，在哪？我说出来你就放我走。那是自然，我立非语，说话算数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等一下，客服说给咱粉丝申请的手机已经全部打包发货。好，继续补货，一定要保证人手一台。给我领了华为和苹果都发货了。你手速够快啊！粉丝都领到了吗？很多人都领到在晒，这次链接是真快啊！那就好，左下角这次可是10倍加速链接，累登7天再拿下极品神装和绝版翅膀，解锁1000倍属性，加成挂机循环秒爆，升级快人300倍，手机轻松拿。 7日后，燕国北境3000里之外的连云山脉。好，那你上路吧。 数日后，陆渊来到了倪萍所说的连云山脉，而前面则是有着一个庞大禁制阵法封锁。他在指尖酝酿出一缕混沌气，那些在虚空中的道纹立马被他的陆渊一个侧身便吸了进去，但当他进到里面，却是发现已经有不少的修士气息，其中不乏有一些人是神功境之上的强者，修为之深厚，饶是陆渊也是无法看穿。哦，一个神功境1重天的散修，能找到这里，倒是福缘多浅。 这些燕国的本土门派应该是有意封锁了消息，不然一位上古圣人开辟的小世界出世，不会才只有这么点人聚集。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猛烈波动，数十位禁制地法修士破开禁制法阵，冲了进来。宋老鬼，宋老鬼，你们果然在这里！燕国境内有如此造化之地开启，也不说通知老子一声，还弄个狗屁法阵掩人耳目，莫非是想独吞不成？哼，以你的张扬性格，告诉你，岂不是等于通知了南域的所有势力？放你娘的屁！我有那么蠢？你不蠢，就不会带着刚入门几个月的苦海境弟子前来了。你个臭老头！ 当他们还在争吵时，突然远处天际有数十头鳞甲森森、头角峥嵘的狰狞古兽踏着云波而来，每只古兽的背上皆是坐着一名修士。那是古世家孟家之人。在场的不少修士看见来人，皆是脸色大变。毫无疑问，消息走漏了，现在引得一众古世家的人前来争夺了。而陆渊眼中也是罕见的露出一抹凝重之色，只因这孟家也是南域的古世家之一，跟陆家、顾家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。而就在孟家前脚刚到，后脚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降临于此地。一艘庞大的古船之上，陆陆续续飞下来数十个身影。 幻灭谷，你们的动作倒是不慢。呵呵，原来是梦人道友，好久不见。既然你我两家都汇聚于此，那就各凭本事争夺吧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老夫建议封锁这片山脉，隔绝后来者的脚步。正有此意。随后，两大势力一拍即合，直接派出强者动手，各自占据一方虚空，达成长满山地玄妙神圣的道路，将连云山脉这片地带彻底封锁。男人只是伸手往前一摸，却是进入了一个秘境。当他进到里面，却发现早已有无数修士。而就在这时，前面虚空阵战突然涌现出了一个漆黑的入口，开了，破碎的小天地开启了。等一下，有些古怪。随后他大手一挥，涌现出一股神力向入口探索。然而那虚空入口竟直接吞噬了他的神力。什么？咋会这样？看来是这片小天地已经存在了太久时间，法则不全，灵力消散，快要崩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让神功境的弟子前去探索了。好，此方小天地破碎的太过严重，只有洞天境之下的修士才能进入。你们几个门派想同行的，就带人过来，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你们的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修士都听出了这两大势力的意，要么去给他们当炮灰，要么就别进。而眼下连云山脉被封锁，想走也是一件难事，他们也只好分人站队。而陆渊在思虑了一番后，也加入了孟家的队伍。很快，两大势力都挑选出了进入小天地的人选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侄子生变，出发吧。话音落下，数十上方的虚空裂缝之中，进入之后，眼前景象瞬间大变。这里的地形充斥着一种古老蛮荒的气息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此地辽阔，我们只有几十个人，要想有所收获，应该分头行动。可以，你们一人挑选2个随从，分开探索。然后，陆渊和一位凌霄宗的跟着孟一帆走，一行3人一路纵横，所过之处大多是黄土戈壁。直到行进了2个半小时后，3人来到一处山谷，而他们前面的土壤上方生长着数十株模样奇异的小草。龙鳞草。孟一帆眼神一凝，相传此草只扎根在万古盘之地，能先天吞吐天地之精，孕育己身。若是将其吞服，有一定的几率能够让吞噬者体内孕育出黄道龙气，不亚于修行一种盖世古经。但当他想去采摘，又突然停下了脚步。我记得古籍记载，这龙鳞草狂暴无比，不仅影响周遭环境，还能自主杀伐。若真是如此，这几万年来凝聚的气息，当是可怕无比。你过去看看啊！忙什么？让你去就去，我数3声，你不动身，必死无疑。蝼蚁闻言，心中叫苦不迭，但又不得冲向了龙鳞草的压根位置。当他刚靠近，刹那间，那龙鳞草突然发射出一道凌厉的剑锋，朝着他袭杀而去。哈哈哈，果然如此，将龙鳞草上面孕育多年的气息消耗完毕，即可安全采摘。到你了，小子，给我过去。好，你过去。我让你过去。没错，是你过去啊！你一介卑微散修，也敢忤逆我孟家，活得不耐烦了是吗？看来还是得让我打断你的全身骨头，亲自动你过去了。
哼，叫你自己过去不过，硬是要吃点苦才行。做完一切，陆渊催动力走到那数十株龙鳞草的不远处，看到没有任何异变发生，他才逐渐放松，警惕采摘。没过多久，龙鳞草都已被陆渊收入囊中。不过眼下他倒是并未急着去吞服，而是静静感应着周遭的空间变化。我怎么发现自己在运动混沌气时，这方虚空变得极其不稳定？想到这里，陆渊加大了混沌力量的运转。随着混沌气越来越多，突然虚空剧烈扭曲，出现了一个裂缝。果然可行，有了这手段，到时杀了这两大势力的核心人物，我也能全身而退了。随后，陆渊收回思绪，盘坐在地上，取出龙鳞草，开始炼化。2个半小时后，当他吞噬到第13株龙鳞草之际，陆渊整个人的气势金芒闪烁。神功境2重天了，龙鳞草虽然珍稀，但是服用太多也会产生抗药性。不过那传说中的黄道龙气似乎是有些眉目了，不如趁现在一鼓作气将其修炼出来。随后，他将剩下的那些龙鳞草继续服食起来。又来一道高之势陡然从山谷中爆发出来，陆渊长身而立，金黄色的龙气一缕缕、一簇簇的缭绕在他身旁，将他衬托得如同一尊黄道强者一般。神功境3重天，是时候离开了。陆渊没有在这片山谷中继续停留，他一路前行，也不知行进了多少里。但当他经过一突然看见里面有人在打架。神兵阁，这古殿竟然是那位圣人的练兵之所。这种练兵之地，无论是在哪个势力之中，都是重要场所。难怪能引得幻灭宫和孟家之人争夺厮杀。梦见你我皆是神功境5重天的修为，一时间难分胜负，何不将这古殿中的炼器材料平分，各退一步呢？孟倩闻言，闪过一抹犹豫之色。这冯修一身战力，着实不可小觑。但就当他陷入沉思之际，他突然看到了陆渊出现在这里。是你？你是跟着孟一帆的那个散修？他人呢？面对孟倩的询问，陆渊没有说话，看着前面堆放的不少珍稀材料，他甚是高兴。不错不错，又有大收获。你刚问的孟一帆死了。什么死了？谁杀了他？我杀的。哼，就凭你？信不信随你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，这古殿里面的东西我全要了，你们谁赞成，谁反对？这个男人有多大，竟然仅凭自己3重天的修为去硬抢2个5重天的宝物。而此刻的冯修很是愤怒，只因这个底层散修刚来就口出狂言。好，来了个不怕死的，我倒是想看看你如何能够虎口夺食。呸！你也算虎？找死！不自量力！幻灭宫的年轻高手竟然一击就被打飞了。好强的蛮力，你绝非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以你的实力，还没资格知道。狂妄至极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让你走不出连云山脉。孟倩，此人肉身淬炼的极为强大，不逊色于年轻一代的顶尖高手。你若做壁上观，必将空手而归。不如先联手杀了他，再谈分配。好。下一瞬间，这2人倒戈相向，同时朝着陆渊出手。但他们知道陆渊肉身强大，便不会与他近身搏杀。呵呵，跟我比法宝。什么通灵法宝？你一介神功境修士，竟然能拥有通灵法宝？没事，以他的修为催动不了几次通灵法宝，我们继续上，不要给他机会。5行大手印。此刻，剩下的几名燕国本土修士全都头皮发麻，目光惊惧。这下子，他们终于知道连云山脉是混进来一个怎样的狠人。2大势力的年轻高手，几回合就被干净利落的斩杀。而陆渊只是瞥了他们一眼后，终究还是没有继续出手。随后，他将殿内的所有炼器材料收起来，离开了这里。而另外一边，一座破碎的殿宇内，筑有8座高耸的古朴祭台，其上方神辉缭绕，道韵流淌。此刻，在这片地界，已有不少道身影驻足。这是八卦传承阵。有见识不俗的修士看出了这8座祭台的门道。相传古年间，有些跻身于圣人层次的生灵，在晚年时会铸造出这样的8座祭台，目的就是为了留下传承，不让其断绝。这时，一位少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，倒是有点见识，还能认出八卦传承台。孟昭，他也来了。而此刻，幻灭宫的那位年轻高手也出现到了这里。夏侯清，好久不见啊！确实好久不见，看来你在这圣人遗迹中得到了不小的造化啊。神功境7重天，突破了一层小境界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八卦传承台出现，怎么有兴趣跟我争一争？
传承之物自有缘法，你我若是共择一处，争斗自然不可避免，若不是，便没有交手的必要。无趣。他知道八卦传承台一人只能得到一份传承，凑足8人才能开启。至于所得到的传承是强是弱，皆靠自己的直觉选择。那现在8个人够了，开始吧。幻灭宫和孟家之人加在一起还不满8个，这些燕国本土修士就没有必要接受传承了，得到了出去也会被搜魂，没有意义，何不给自己势力的人留些机会？真是麻烦。旋即，孟昭闭下双眼，感受面那8座祭台上流淌的道运气息，而后他突然纵身一跃，飞了上去。离台嘛，也罢。随后，夏侯清感受了一下，同样也是纵身飞起，落在了前台之上。剩下的6席，你们就各凭本事吧。当然，如果有人要挑战我，也尽可登台。话音落下，在场的幻灭宫弟子和孟家子立刻就掀起了一场龙争虎斗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大势力的人越来越多，争斗就更加热闹起来。而就当战况焦灼之际，一道头戴草帽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。八卦传承台。爷，道友，你竟然是一个人过来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坐下来看戏吧。圣人传承注定是与我们这些底层修士无缘的。哦，为何无缘？幻灭宫的夏侯清方才说，不是两大势力的人登台，即便得到了其中之一的传承，出去也要被人盯上搜魂。与其冒着这样的风险，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，断了念想，否则必有借祸加身。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有触发选项奖励：一、占领离台，奖励道家9秘之一斗字秘；二、占领前台，奖励古地秘术斩天道；三、占领坤台，奖励太古神情8真机；四、不登台，奖励我千金元。系统的提示音不由得让陆渊心头一震。道家9秘乃是东荒失传已久的至强秘术，而斗字秘又被称之为斗战圣武。稍稍思虑了几息后，陆渊做出抉择，他身形一闪，化作一道迅捷流光，直接飞往了离台之上。什么？他居然登了孟昭所在的祭台？此刻，这陆渊的行为在外人眼中基本上跟送死没什么区别。区一个神功境3重天的散修，也敢与我并列，真是找死！有点意思，神功境3重天淬炼的神识，竟然能抵挡住我一击。看来你身上有不小的秘密。这离台传承我要了，不想死的话就另寻他处。遍寻南岳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了。你可千万不要太弱啊，不然3拳2脚把你打死就太没意思了。如你所愿。螳臂当车。够了！这时的孟昭眼眸森寒凌厉，与一个无名之辈交战这么久，这于他来讲绝对是耻辱。一招了结你！这怎么可能？孟昭竟然落入下风了！此刻全场都震惊了，孟昭的强大，除了幻灭宫年轻一代的10大高手，怕是没有人能压制得了他。可如今却被一个无名之辈击伤，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。黄道龙界，你修有一种地间，你说的很好。我正愁没有杀伐强大的功法修炼，在你手中只会明珠蒙尘。下一刻，只见孟昭手一挥，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座宝塔。通灵法宝。陆渊眼神一凝，然后二话不说，将镇狱宗教出迎面抗衡而去。你竟然也有通灵法宝！既然这样，那就看看谁的法宝更胜一筹吧。而孟昭见法宝之战也是短时间内无法分出胜负，又通过自己和陆渊交战，直至10几招孟昭又是被打得可怜。随后他彻底暴怒：陆渊是吧？你很好，你成功激怒了一头雄狮。大劫天指。孟昭竟然是被逼到如此地步了吗？连镇族绝学都施展出来了，给我去死吧！大劫天指名字倒是不错，可惜你还没练到家。孟昭，此刻在场的所有孟家子弟全都惊恐不已，生怕他就这样大了。不对，我孟家的至强神术不弱于人，除非你还修有一种大地补经。那又如何？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你们一起上！哼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。我乃孟家嫡系族人，你不能杀我！你敢杀我，必遭孟家清算。聒噪！随着孟昭被杀，这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脸上难掩惊惧之色。一代少年天骄就这么死了，他们已经能够预料，在连云山脉外等待的孟家强者得知这个噩耗，将会怎样的暴怒。幻灭宫的那个，这里你主事。算是。
好，传承台现在空出的席位，你挑人上。结束之后，我要其中的2份传承，意下如何？自然可以。随后，夏侯清便点了几个他幻灭宫的人，被点到名的修士连忙纵身一跃，飞向一方高台。好了，人到了便开始吧。随着这道声音落下，8座古府进发光，虚空震动，这方天地像是要塌下来一般，疯狂地朝着法阵内灌输能量，爆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。这8人各自盘坐，开始接受着圣人传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光芒消失之后，恢复了平静。不愧是系统给出的选项，这其中蕴含的传承居然是行字秘，这则秘术可是号称世间极速，天下无双。看来这趟是来对了。而后，夏侯清和那几个接受传承的人飞了过来。阁下，请问你需要哪几个传承？对。好。随后，那2人立刻心领神会，各自取出一张纸，将传承之术烙印其中后传给陆渊。而就当这时，这处空间突然隆隆作响，法则能量要耗尽了，这方小世界要塌，大家快走！然后在场众人纷纷离开了这里，但陆渊可是与他们不同。片刻之后，他感知一处无人地带，利用自己的混沌本源撕开了一条怪道。此刻的连云山脉外，空间波动愈演愈烈，这方小天地即将崩塌，他们也快要出来了。突然，前方的裂缝终于有动静，只见幻灭宫的一众年轻弟子从中冲了出来。怎么样，收获如何？内有8卦传承台，我幻灭宫弟子得到了7份。此言一出，幻灭宫等人顿时狂喜，8份传承独占其7。没想到夏侯清等人竟然如此争气。不对，孟家的人呢？我记得孟家有个厉害的小辈叫孟昭，难道只有他得到了1份传承，其他人都空手而归？孟家之人全军覆没。什么？夏侯清？可是你动的手？不是，小天地内另有变数，只不过现在3言2语说不清楚。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离去，以免孟家发疯殃及到我等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们快溜。随即，幻灭宫的人便迅速的离开了这里，而反观孟家这边，则是没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。此刻，孟家的强者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只见他大手向前一抓，就将一个修士抓了过来。我孟家的人呢？死了，都死了。什么？男子为了获得圣人传承，直接把孟家子弟全都杀光。而正当孟家长老在寻找他时，他却跑到了一个野外的洞府中闭关。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选项1，获得9秘之一斗字秘。斗字秘、行字秘，若是将这2种无上秘术修成，天下之大随我可去，无惧法阵，无惧封锁，即便是涅槃境的修士亲至，都未必能够留得下我。随后，陆渊便开始在这里修炼，直至2个半月后，燕国的一个酒楼中出现了一个戴草帽的男人，而他正是陆渊。此刻的他修为已到达神功劲武冲天，而那斗字秘和行字秘也被他熟悉掌握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前段时间，在北境的连云山脉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。哦，什么大事？据说是有一处残破的小天地开启，运有圣人机缘，燕国3大门派的高手全都去了，洞天境的掌教带队，愣是连口汤都没喝到。什么？可是有什么强大的势力得到了消息，竟然连3大门派的掌教都吃了灰？哼，3大掌教算个屁！孟家和幻灭宫都派人去了，而后2大势力不知道为了啥宝贝境大打出手，最后那一战将连云山脉都给夷平了。后来听说幻灭宫只有一个涅槃境高手，还有一个叫夏侯清的弟子活了下来，其余人全部战死。孟家的人也差不多打光了，没有几个人活着回去。哎，修士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啊！这等机缘，我被善修可是沾染不起，还是按部就班的修炼过，安生日子吧。看来自己却是那方小天地的最大受益者了。不过那幻灭宫和孟家多半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虽然在明面上不会对我出手，但在暗中就说不定了。想到这里，陆渊也并不在意，随后便离开了这里。半个小时后，陆渊出现在了野外。正当他想返回圣地的时候，强大神觉告诉他，似乎是有什么人在跟着他。随后他运行自秘速度暴涨，消失在这里。一个神功境的修士竟然能拥有如此可怕的速度，看来孟昭死在他手里并不冤。但当他准备继续追踪时，一道淡漠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：“你是如何找到我的？”不好，快跑！修士闻言，面色顿时大变，二话不说，向着远方遁去。静！果然是孟家之人，看来这孟昭的琉璃宝塔在被一种特殊秘术沟通。算了，一件通灵法宝，拿着有风险，不要也罢。随后将孟昭的储物带丢了之后，陆渊便继续朝着万出圣地行进而去。2天半后，陆渊回到了圣地的内门大殿。长老，试炼任务我已完成。果然是倪平，好小子，做得不错。长老谬赞了，不知我可否晋升核心弟子？当然可以。核心弟子，顾名思义，已是我万出圣地的中流砥柱，各项福利也是不同于以往。除了运龙剑、藏经阁等等上限提高之外，还有独立的灵峰居住、位置阵盘都在这储物袋中了。另外，完成试炼任务额外奖励的2000金元也在其中。
多谢长老。不过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为核心弟子，怕是也在宗门里待不了几天了。北域的矿区有异动，各大势力都是不断派人前往北域。我万出圣地现在也是正缺人手，相信这几日内就要应召部分弟子前去。哦，北域矿区异动。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大概是禁区深处的原因。这次去北域是由上官长老亲自带队，以你的身份要想提前知晓，大可直接去问上官长老。原来如此。而后陆渊便离开了大殿。没过一会儿，陆渊就来到了栖霞峰。姑爷，你说你已经突破到神功境，晋升为核心弟子了？是啊，进入造化神坛中修炼的8人，现在都突破到神功境了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姑爷，你跟他们可不一样啊！你这才开始修炼7个月，你就从一个凡人突破到了现在的神功境，这样的修炼速度，怕是小姐都远远不及啊！好了，别夸了，走，带你去我的新住所瞧瞧。姑爷，这里好美啊！还好还好。那姑爷，你也要去北域吗？也，难道你也去？是啊，小姐在北域，短时间内不会回来，所以我也是要过去的。那正好可以一起。宗门应召核心弟子，我没有理由拒绝，当是一场历练罢了。那姑爷，别怪灵儿没提醒你，你去了可能会有不小的麻烦。东荒各大势力的年轻天骄，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那里，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小姐当年的追求者。你若出现，怕是会有人刻意针对。呵呵，我当是什么麻烦？原来是所谓的昔日情敌，无妨，我无惧。而就当这时，不远突然出现了一个宫中美妇。见过上官长老。不必多礼，看来你与本门的混沌石碑颇有缘法，不仅能独自参悟出上面的修炼法门，而且造诣不浅，着实令人吃惊。上官长老谬赞了。这话一出，陆渊立马明白过来，自己传给顾青黄的道经和混沌神魔观想法2大法门的事情，已被他告知了上官长老。你不必谦虚，圣地藏经阁最高层的修炼法，几乎有半数都是出自于混沌石碑之上，只是鲜有弟子能够修炼成功，足以可见你的悟性非常惊人。至于本座上次提及的修炼资源一事，还未得到高层的允许，在多方面斟酌。不过你这次前往北域，若是能够表现出众，本座可擅自做主，以大法力聚集9块混沌石碑供你参悟，想必以你之悟性，定然会有不小的收获。须知自己参悟出来的经文，要远胜前人临摹出来的法。那真是感谢上官长老了。此番应召前往北域的核心弟子差不多已经集结完毕，我们也该启程了。而后上官若摆手，他们3人就消失在了这里。接上集，从圣地离开的陆渊等，随着上官若很快就来到了北域神城。而在这驻地的长老和几大真传弟子也纷纷出来迎接。上次潮汐收获如何？禀太上长老，上次潮汐得普通元230多万斤，得神元15斤。那下次潮汐什么时候开始？大概7日之后。行，本座知道了，先将这些弟子安顿一下吧，明日再派一些人给他们讲解古矿潮汐之事。得知下次潮汐在7日后，陆渊等人便回到了顾青黄的住处。青黄，你在这边一切可好？还好，除了镇守矿区之外，琐事不多。倒是你这么快就突破到神功境5重天了，都是运气好罢了。顾青黄看到陆渊的进步，脸上也露出了难掩喜色。按照这样的修炼速度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陆渊就能追得上他。毕竟20多岁的洞天境，走到哪都不会被忽视。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一位风神如玉的青年男子迈步走来。不打扰你们吧？尹师兄，可是有宗门要事相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位圣体师弟陆师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见过尹师兄，先前在那山巅谋面，还是要多谢尹师兄出言指点。无妨，只是小事罢了。好了，我就是过来打个招呼，就不妨碍你们小聚了。过几日古矿潮汐开始，我们兴许还有并肩作战的机会。说完，尹天都不再多留。陆渊看着那道离去的身影，他能感觉到万出圣地的这位圣子很神秘，实力也很强大。尹师兄自幼在万出圣地长大，数任万出圣主都是出自于他们家族，所以对宗门的发展视为己任，格外上心。他刻意与你结交，似乎也是看出了你的潜力。哦，原来是家族企业啊！那他刚刚所说的古矿潮汐是怎么一回事？具体源头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知道相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古矿潮汐出现，那时古矿内的强大生灵会向古矿深处靠拢，短则数千里，长则上万里。而他们退后这段距离的大地上运有无数原矿，就成了各大势力争夺的关键资源。不过修为太强大的人涉足那片土地，还是会引发禁区生灵的敌视，所以各大势力都会让年轻一代的弟子进入。至于缘，就是赶在禁区生灵归来之前，能带出来多少就带出来多少，也是我们此番北域之行的真正目的。原来如此，神城辽阔，繁华无比，有许多南域见不到的稀罕灵物。现在所幸无事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吧。很快，一行3人从驻地中走出后，便不知不觉走到一座雄伟楼阁前。青黄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看起来很气派的样子。
这里是天星商会，也是神城中唯一一个不属于圣地、不属于大校道统、不属于古世家的顶级势力。他们向来不参与任何争斗，只以做生意为主，势力的范围很广，遍布天下五域，几乎囊括所有大型城市。单论财富来说，它是没有任何道统能够与之相提并论。万出圣礼，大驾光临，真是有失远迎。叶小姐，你竟然也来到神城了？是啊，昨日刚到不久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便是孤仙子的道侣了。正是，这位是叶青离小姐，她负责掌管天星商会在东荒的一切事宜。此女不过20多岁的样子，竟然能掌握天星商会在一个大域的所有生意，来头怕是极为惊人。古之传言，荒古圣体同境界无敌，肉身无双堪比真龙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即便刻意内敛，这一身的旺盛气血都让人暗暗心惊。叶小姐谬赞了。我天星商会举办的拍卖会还有几个时辰就开始了，其中有不少天地神物，都是在上次的古矿潮汐中出土的。不知三位可有兴趣参加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既然都到这里了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三人就被带到拍卖场2楼的一个雅座上。青黄，你和这天星商会很熟吗？我们这待遇倒是不错。也不是很熟，有过几面之缘罢了。不过无论是万出圣地还是顾家，都跟天星商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交往密切。兴许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吧。原来如此。临近拍卖会开启，其他的修士都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了会场，只不过他们很少能登上2楼的雅座，大多数人都是在1楼大厅内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名容貌俊美无比、气质妖邪的银发男子出现在了这里，他身后还跟着2个体躯壮硕的妖族修士。妖神宫来人了，那是妖神宫的少公主天妖，她身后跟着的也是妖神宫年轻一代的2大顶尖高手莫文和碧鸾。不少修士见到来人，面色皆是一变。妖神宫乃是北域的本土势力，他们行事向来张扬嚣张跋扈，而他们妖神宫这一代的少公主身怀妖族至强体质天妖体，被妖神宫的老公主和一众长老寄予厚望，实力强大到令人发指。诸位请上2楼。上到2楼的天妖，则是来到了陆渊旁边的雅座。这一幕当即被在场的不少有心人捕捉到，只因他们知道妖神宫的老公主曾想与顾家联姻，延续血脉，却不曾被顾家圣主以种族为由推辞拒绝。现在陆顾2家联姻，碰巧眼下正主都在这里，让不少修士都暗自心惊，隐隐察觉到空气中似有一种硝烟弥漫。那小子就是所谓的黄古圣体，区神功劲武重天的修为，我一巴掌就能拍死。看来顾家那个老不死眼光也不怎么样嘛。那是什么人？他叫莫文，是妖神宫年轻一代中仅次于天妖的人物。这一道统与我顾家颇有恩怨，行事又向来跋扈，所以不必理会他们。呵呵，有点意思。男人只是受邀来参加拍卖会，竟没想到还遇到了想抢他老婆的妖兽，而他不但不理会，反而直接吃起了软饭。陆渊，你等下有感兴趣的东西，若是缘不够，我这里有。你们陆家的那位圣体确实可以修行了，而且修为不弱，没有所说的那么不堪。昙花一现罢了，没什么用。不是的，去培养一下嘛。培养荒古圣体，动辄100万金元，给他试，那我吃什么？也对。而就在这时，叶青离的身形轻飘飘的落在拍卖台之上。欢迎诸位道友莅临我天星商会拍卖会，现在正式开始。下面第1件拍品，人参果，真神境之下的生灵服用后可增寿元500载，起拍价10万金元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0金元，请出价。霎时间，大厅老一辈的修士都激动无比，延寿500载这样的神药极为稀少。很快，这枚人参果就以13万5千金元的价格售出。第2件拍品，精灵神羽，金銮族神境强者作画，所遗留下的真羽，可能印有种族传承，起拍价5万金元。此物我必然要了，谁敢和我争？听到碧鸾发声，其他人碍于妖神宫和这羽毛对他们用处不大，便没有和他争。第3件拍品，园内封存不确定之物，价值随机，起拍价2万金元。此物一出，霎时间场内一众修士皆有些犹豫，只因这园中风物算是一场另类的赌博，若是有好东西则大赚，若是岁月侵蚀，精气耗尽，则是血本无归。而就当这时，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陆渊的识海中响彻。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：1拍的此物，奖励子府叶；2不参与竞拍，奖励疗伤类半神药1株；这子府叶先天精华锁链，能够洗涤修士元神，淬炼神功，增强神识力量，请选择。竟然触发选项奖励了，看来这园内封存之物不同寻常。我出3万5千金元，我出5万，5万5千，6万。这妖神宫的人实在可恶，姑爷不要上他的当。无妨，我8万，8万金元。啧啧，不愧是顾家女婿，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拿去吧。这狗东西，找个机会一定要宰了他。
最终，陆渊还是凭借这8万金元拿下了这件拍品。紧接着，拍卖会继续进行，不过都是些不值得买的东西，陆渊等人便没有拍。直到第7件的时候，第7件拍品也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，太阴神髓，至阴至寒之物，可助修士修炼同属性的古今功法，名物奥义，妙用良多，起拍价15万金元。我出18万，19万。万出圣女顾青黄，他也对这太阴神髓感兴趣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万出圣地精研混沌之法，天下皆知。太阴太阳化混沌，他为万出圣女必定修有太阴、太阳这样的一卷古经。20万，25万，26万。随着天妖的声音响起，此刻的顾青黄俏脸也是变得冰寒起来。25万金元已是他的最后底线，而且陆渊先前拍下的园中封存之物也花了8万金元，他不得不把这部分额度留出来。算了，随他去吧。竞价到现在已经超出了太阴神髓的价值，不值得与妖神宫怄气。我出27万。陆渊，我们没有那么多。没事，我送给你27万金元。呵呵，万出圣地，什么时候轮到这种小虾米做主了？哈哈哈！看来黄骨废体确实是不能乱修炼，修炼多了对脑子不好。一场拍卖会而已，神智已经开始作乱了。27万金元，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能买你10条命。哪里来的小猫3两只，也敢跟我大呼小叫？黄道龙气，你是在挑战我妖神宫的威严吗？我不是挑战妖神宫，我只是挑战你，找死！天妖眸光森寒，一股恐怖的妖气从体内爆发出来。而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另外一股气机席卷而来，将一切神力波动全部镇压。诸位视我天星山会于无物吗？再敢扰乱会场秩序，后果自负。警告之意十分明显，饶是天妖也不敢无视天星商会在这里大打出手。还不赶紧看看你的手下，识海一溃就返璞归真，成草莽野兽了。以后怕是无法耀武扬威，只能用来拉车了。好，很好，你若有胆量就进古矿潮汐，我会在那里等着你。妖神宫赤壁让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不过让人更意外的是，陆家的荒古圣体竟然如此强势。随后，陆渊也凭借着27万金元拍到了太阴神髓。叶小姐，不知以物换物是否可以？当然可以。那这些可够抵纳35万金元。够了，这都是罕见的神阶炼器材料，陆道友可是要全部售卖。卖了，把那35万抵了之后，多出的按金元给我。对于陆渊来说，这种材料虽然珍惜，但现在他还用不到，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，换成元辅助修炼才是硬道理。而后，此次的拍卖会就此结束，而陆渊他们交易完之后，也是离开了这里。来人明明是一阶废铁，却竟然能短短半年就突破到洞天境，其实力更是堪比各大圣地圣子。数日后，神城上空一艘艘古船此刻已准备就绪，各大势力的人马都准备朝着太初古矿方向开赴而去，但在顾青黄内却是不见陆渊的身影。姑爷都已经闭关5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。赶不上也没关系，入太初古矿外围并无太多机缘，无非就是以人力搬运原矿罢了。让你们久等了。你突破到洞天境了。我运气不错，那园中封印的的确是好东西，炼化之后让我一举开辟了洞天。听到陆渊承认，顾青黄心中更加惊异了。这荒古圣体不仅没有天道枷锁束缚，突破起来好似没有任何瓶颈一般。但就在这时，圣地长老催动了古船，朝着太初古矿快速穿梭而去。不过一个时辰，他们便来到了古矿的外围，而众长老也是在给弟子讲解着一些重要事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太初古矿的法则之力终是有了异动。好了，潮汐开始了，你们准备出发，切记3日内必须归来。话音落下，数百名万出圣地的弟子飞快掠入太初古矿。而进到里面之后，陆渊便和圣地分开了。此刻的他虽然很想去找妖神宫的人马，但这古矿过于庞大，想找人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反正还有时间，先找原矿吧，总不能空手而归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就来到了一处矿区，而他面前则是有着几名妖族修士。你是何人？这处原矿已被我等占领，劝你速速退去，不要自找麻烦。打酱油路过的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你们继续。大哥，他不就是少公主和3位妖将大人要找的圣体陆渊吗？刚才咋不出手杀了他？杀你头啊！你还真把他当成废体了。此人光是凭借着神识力量，就差点搅碎了我们和碧鸾大人的识海。我们这些人拿头去跟他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不要慌，你立刻打个电话告知天妖大人。大哥，我也想打呀，可我的手机刚才不小心摔坏了。那还不赶紧换个新的，耽误事儿。那就得这个咋整？可以放回收平台回收啊！我最近就换了新手机，旧的苹果15 Pro，就按回收当面回收了6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！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，我推荐按回收。那我等会也看看。好，你们2个在这里守着，等我回去点禀告天妖大人。话音落下，妖族头目便离开了这里。只不过他不知道，陆渊早已在他身上放了一缕
混沌气。哎，大哥行事还是太谨慎了。此人纵然是有些本事，但终究不过是逞神识之力罢了。只要我等识海提前防御，3人联手未必不能将其围杀。要是成功，这可是飞黄腾达的机会。哟，怎么？听说你们要杀我，立功是吧？击杀掉他们之后，陆渊大手一挥，将这里的灵矿全都收起来，便离开了这里，往刚才那个妖修方向追去。没过多久，那群妖修就已来到了一处据点。我闻大人，我刚刚碰见圣体陆渊了，在哪？那边大概有200多里。好啊好啊，终于是被我逮到了！一介黄骨废体也敢伤我，这次看你往哪里跑！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手下败将啊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然还敢来主动寻死！莫非你真以为你能与我匹敌？哼，这句话正是我想说的。你区区一介妖修，于我眼中不过阿猫阿狗之流罢了，算得了什么？大胆，凭你也敢对莫文大人不敬？苏护跪下磕头，留你全尸。滚！你找死！陆源，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妖神掌，雕虫小技，大劫天指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莫文大人战死了。这一刻，眼前的这个小妖恐惧到了极点，在妖神宫地位仅次于少公主的妖将莫文，就这么被一个人族给杀了。说出去谁敢相信？行了，不用惊讶了，就剩下你一个，我送你上路吧。把他们杀光之后，妖神宫的这个据点彻底全军覆没。随后，陆渊便开始了摸尸。不过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，法宝等一应器物都是一概不拿。做完一切，陆渊便离开了这里。但当他前进了数百里之后，突然发现前面有一道似虚似幻的静止光幕挡住了他的脚步。这是幻灭宫的气息。沉吟了数息后，他运转行字幕，脚下道纹交错，随后一下就冲了进去。但当他进到里面，才发现不只有这一股势力盘踞于此，除了幻灭宫，还有天池陆家的人马、道仪圣地的人马，以及不少妖神宫之人。哟呵，这么热闹啊！这人是谁？倒是有点本事，能看破我布下的禁制法阵。秦师兄，他是圣体陆渊。我本是一个末法时代无法修炼的荒古废体，却没想到我还有另外一种混沌体。他就是那个能修炼的荒古圣体，竟然能走到洞天这一步。原来是你这狗东西！少公主正在四处找你，没想到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此人就是少公主要找的那个圣体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。你和莫文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丢我妖神宫的脸。陆长青，你要出手保他。他毕竟是我陆家之人，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无非就是神城拍卖会上的口舌之争罢了。这样，我让他给你们妖神公道各欠此事，就这么算了。天妖那边由我去说。陆渊，家族目前形势不好，你既已踏上修行路，就不要给家族平树强敌。道歉吧，后续的事情我来处理。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几个蝼蚁罢了，我翻手即可灭之。什么？他还敢主动出手？看见没有？是他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杂毛东西！圣体异象，混沌重青莲。想跑！一轮，你居然杀了他！呵呵，金灵神语不过如此，依旧是土鸡瓦狗之辈罢了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呀！垃圾！我不管你们之前是怎么分配的，这里的太初命尺我要一半，谁有意见？什么要一半？还真敢狮子大开口！阁下连杀妖神宫2大妖将，确实是有点实力。不过纵然如此，张口就要夺取一半的太初命石，是不是有点太狂妄了？你视我等于无物吗？呵呵，想要命石就出来一战，只会耍嘴炮，鼠辈儿。
你还敢逞凶？能修炼的荒古圣体，好大的威风！刚刚跨入洞天境就如此嚣张，若是让你成神，那还得了？敢伤我道一圣地之人，皆不得善终。你是道一圣子？在下第二真传，左长风。听都没听过。再问一遍，谁有意见站出来说话？多少人都奉陪。夏侯清，你觉得他有胆子杀了我们所有人吗？夏侯清沉默了一瞬，回想起在连云山脉内发生的种种，郑重回应道：“他真敢。”陆长青，你陆家之人如此威风，似乎根本没把你这位序列放在眼里。难道此情此景，你不该说点什么吗？同族之间犯不着为了几块太初命石而操戈，诸位同意，我自然是无所谓，你不必挑拨。听到这话，左长风见自己的心思被看穿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光靠他自己，怕是无法成事。想到这里，他终是强行将这口气咽了下去，不再多言。哼，都是些瞻前顾后、畏畏缩缩之辈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陪你们玩了。随即，陆渊也不犹豫，直接出手卷走了8块太初命石和2大妖将的储物袋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这里。离开了那里之后，陆渊便走走停停，前行了不知多少里，直到他来到了这里，看到了一男一女在激烈厮杀，红光烈丽，红点燃料。万出圣地的真传，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连太阴太阳之法都不会，真令人失望。狂徒，受死！雕虫小技，大劫天指，给我杀！是你！哈哈哈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你这废铁倒是挺会躲，藏在了这里。陆渊瞥了他一眼，这人他虽然不认识，但是他知道是孟家之人。刚才那记大劫天指说明了一切，而那女子也是他熟悉之人，赫然便是圣地的真传弟子之一的柳红。怎么样，需要帮忙啊？多谢陆师弟仗义相助，你只需要帮我挡住他半炷香时间即可。陆渊听完没有多说什么，身形一闪，已然出现在了男子的对立面。哼，帮忙就凭你，区区洞天境一重天的修为，也敢与我为敌？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像个老鼠一样东躲西藏。孟瑶那家伙说了，你这颗人头值30万金元，我就却之不恭的收下了。遗言说完了吗？找死！什么？这是什么速度？大劫天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刚吞服的丹药，药力还没化开啊！看着眼前的场景，这才让柳红意识到王牌圣体和杂牌圣体的区别。遥想几个月前的他还是一个运灵境的弟子，这才过去多久，战力竟然已经超过了自己。他是孟家之人对吧？为何要追杀你？圣女殿下和圣子殿下在古矿深处寻到了一座大型原矿，内部蕴有神元结晶，价值在100万金元以上。但是消息走漏，现在不只是孟家妖神宫的人，几大圣地的人全都在那边争夺，打得十分混乱。此人一路阻杀，穷追不舍，才将我逼到了这么远的位置。蕴有神元的大型原矿，神元是最纯粹、最本源的天地精华，一斤神元就能抵得上5万斤纯净的元，足以可见那座大型原矿之珍贵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能否带路？无碍，我可以边走边恢复。好，话音落下，2道身影便朝着太初古矿深处掠去。我本是一个末法时代无法修炼的荒古废体，却没想到我还有另外一种混沌体。经过2个半小时后，陆渊终于是来到了古矿深处，而他从远一看便知道这里早已烽烟四起。此时的道一圣子和孟家序列正在围攻他们万出圣地的圣子，但尹天都在2人的围攻之下，依旧镇定且从容。万出圣地的太阴太阳法名不虚传，几乎可以确定这是2卷制强古经，只是有点门道罢了。尹天都，万出圣地也就是你还算个人物，不过凭你一人就想吃下整座矿山，是不是太抬举自己了？成与不成，战后才知道，若有本事尽管来夺。哼，自寻死路。话完，孟瑶和道一圣子便再次杀过去，5上百万斤的原矿，没有人能不心动。若是带回宗门，绝对是大功一举。而另外一边，其他势力的高手全都站在了一起，打得难解难分。这是一场大混战，除了己方势力之外，所有的人都是敌人，就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。行了，我先过去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速度？我认得他，他是圣体陆渊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你来了，我没事。有点意思，你这个废体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。不过也好，省得我再派人去找你，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所。派人找我？呵呵，你现在怕是无人可派了。所谓的妖神宫3大妖将，我已经送他们上路了。别急，这就轮到你。你说什么？天妖闻言不由得一惊。按理来说，他们收到了消息，早就到这里支援，可是自己只身奋战这么久，那就有点不对劲了。陆爷，你杀我胞弟，拿命来还！
梦瑶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怎么，尹天都，你当真要挡我？此刻的梦瑶杀气惊人，陆渊杀了他的亲弟弟，父母皆痛苦，长辈皆涕流，此仇不报，他枉为孟家续练。你有洞天境7重天的修为，而陆师弟修行时日尚短，堪堪迈入洞天，以势压人，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好，那我就先杀你。你大可来试试看。话音落下，许多人看出这年轻一代最顶尖的几人要动真格的，而这也堪称东荒未来王者之间的对决。无妨，尹师兄，让他来吧。你能行，不要逞强。梦瑶和天妖都不是等闲之辈。没事，2个杂毛罢了。最终，尹天都还是往后退了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强者都是经过血与火的磨砺蜕变出来。既然他有如此信心，那就给他放手一搏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虽然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能够匹敌于我，但相信等我敲断了你全身的骨头后，定能找到答案。废体不假，狂妄倒也是真的狂妄。废话少说，想要报仇，那就跟我来。3道身影在虚空中凌厉。陆渊虽然一敌2，也是他第一次与东荒年轻一代的顶尖人物交手，不过他没有畏惧，只有兴奋与好战，没有多余的废话。3人各自化作一道流光，瞬杀。杀陆渊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沐浴圣血成王！化入天妖整个人再次扑杀过去，2人同掌，可谓是针锋对半。某个人物在破坏。陆渊果然还是有点本事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大言不惭，看我不打废你们，当我是病猫是吧？那边的战斗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矿山周围各大势力的年轻强者皆是神色动容，就连那几位圣子级别的人物都是短暂的停下手来，眼中不由得浮现出一抹震撼之色。陆师弟真了不起，以1敌2还能占据上风，战力几乎已经迈入竞技领域了。此刻，饶是尹天都都在发自内心的惊叹，而顾青黄的美眸更是闪烁出道道异彩，感到惊艳。一个半废体质罢了，老天都不让你成道也敢嚣张！我要将你的头颅摘下，挂在妖神宫的门墙。哼，我不相信你能无限的施展神术，区区洞天境1重天，比起法力雄厚，你还差得远。那就看看谁先力竭吧。男子为了在他老婆面前装逼，竟然想要单挑2名其他圣地的圣子。然而，正当别人以为他完蛋，却没想到他们还打了个不相上下。哼，聒噪！看来不把你们打出屎来，你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错。陆渊不再多费口舌，并将神术向2人冲杀过去。此刻的天妖被连人带毛钉在地上，陆渊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“哈哈，给我死！”你怎么还有恢复类圣术？梦瑶看着陆渊的伤势在恢复，脸上更是浮现出一抹惊惧之色。即便是自负如他，都不得不承认陆渊实在太过于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中第一次开始萌生退意，感受到了挫败感。而就在这时，太初古矿突然剧烈的摇动起来，古矿潮汐结束了。不远处的天妖见到这幅场景，同样是大惊失色，完全没想到上次持续了3日的古矿潮汐，这次竟然第2日就提前结束。圣体陆渊，算你走运，下次见面我必取你性命。随后，他不再顾虑自身伤势，而梦瑶看天妖走后，也是不再犹豫，跟着离开。古矿潮汐是要结束了吗？那边来人了，那是妖神宫的小公主天妖，她胸前竟然插着一根长矛，这是大败而归吗？天妖面色冰冷，朝着人群扫了一眼后，便转身离去。什么？孟家序列孟瑶也出来了，她竟然也受伤了。在场的各大势力修士全都震撼，年轻一代中最顶尖的2人都是带着伤势回归，可想而知那场战斗有多么惨烈。孟家子弟听命，速速退出太初古矿。
孟瑶离开之后，紧接着陆渊出现在了这里。众人一看，他身上倒是没有太明显的伤势，看起来依旧龙精虎猛。三人之间的战斗立马可盼。陆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无碍，有事的是他们。可惜古矿潮汐提前结束，让他们捡了一条性命。没事就好，那我们也撤吧。等一下，这座蕴有神源的矿山就这么放弃了？没办法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密宝能将整座矿山都装进去。现在切割时间上也来不及，等下被古矿中的生灵缠上，想走都来不及。那行，让我去试试。大傻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将这山举起来吧？随后，只见他来到矿山底部，伸出双手抓住矿山，大叫一声，而他的身体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将圣体的力量催动到极致，然后静止生生将整座矿山举起。这一刻，全场震撼。卧槽，陆师弟，你太牛了！呀，这小子怎么那么猛啊？快，我们也快走，生灵要来了！旋即在场的所有弟子全都朝着古矿外围暴掠而去，而陆渊则是扛着一座山飞行。派出古矿外围各大势力的强者翘首以盼，即便是天神境修士，神念都是无法穿透前面那层障碍。而就当这时，出来，有人出来了。她是天妖，妖神宫的少公主。天啊，她的胸前怎么插着一根长矛？这年轻人号称是北域最强大的几人之一，谁能将她伤成这样？天妖是谁伤了？莫文、碧蓝、蛇妹他们呢？他们3个都死了，其他人不知道。大哥，你先带我回去啊！再问，等下我就嘎这里了。妖神宫的长老不敢再多问，旋即便带着天妖离开了这里。没过多久，孟家的一众年轻弟子也是从太初古矿中冲了出来。其他人看起来倒是没什么大碍，只是那领头之人孟瑶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。孟瑶，妹妹，是谁伤的你？还死不了，这个仇我会自己报。先回去吧。各大势力的人都陆陆续续从古矿中冲出，只不过万出圣地的弟子倒是迟迟没有人见到。而此刻万出圣地的一众长老还有上官若都是在焦急等待。太上长老还是没有动静，慌神了。而就当这时，古矿内突然传出异样的响声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了。难道是蛰伏在禁区中的诡异生灵？看这架势，是奔着我们来了。准备布阵。而就当圣地的数位长老正准备出手时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们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只见他们万出圣地的圣体圣体，不过最后那个却是扛着一座大山。什么？太初古矿里的山都成精了，居然在追杀我圣地弟子！别瞎说，看那山下面有个人。是陆渊，他竟是将一座矿山给搬了出来。男人只是轻轻一抬手，就把一个大型矿岩给扛了起来。而正当圣地长老以为他打的时，却没想到他的出现又让无数人吓了一跳。我靠，这小子怎么把一座矿山搬出来了？牛逼，圣体真牛逼！小家伙做得不错。见过诸位长老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青黄，你先把他扶回去休息。而就当顾金黄想带陆渊走时，上方虚空突然裂开，一张胶质的恐怖卡从裂缝中探出，想朝着顾金黄和陆渊二人悍然抓去。妖神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要跟我万出圣地开战吗？哼，原来是上官道友，1000年未见，你的道行似乎又有所进展了。是你这个老不死，几千年的道行还对小辈出手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只是给他个警告罢了，狂妄小辈，好自为之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师尊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到你。我先扶你回去休息。等下帮我问一下，太上长老刚才出手的是什么人？我早晚要宰了他。好。没过多久，一众圣地弟子和各大长老都汇聚到了一起，而从里面带回来的原矿被堆积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山。这次的收获甚至要数倍于第一次古矿潮汐。不错，诸位弟子都辛苦了。待到统计完毕之后，宗门会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贡献下发奖励。多谢太上长老。对了，青黄，古矿中还发生了什么事？陆渊竟能引来一位天神对他出手，而且志不在矿山，他差点杀了天妖。不仅于此，孟瑶也被陆师弟打伤，急于身死。你要是不信，我这手机里还有他们打斗的录像。咦，怎么手机出门这么一会就没电了？估计是电池不耐用了，换个新的吧。你看我最近换的新手机，电池嘎嘎耐用。那长老是怎么处理旧手机的？我推荐来回收看看。我那台旧的 iPhone 15 Pro Max 叫来回收，当面回收了5000多。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，我推荐来回收。行，那我等会也看看。啧，真不愧是上古时代的至强体质，一旦踏上修行路便迅猛不可挡，有同代无敌之姿。
可惜圣体后续修行仍有天道家族成神，就是一大难关，几十万年来都不曾有人能够突破那层天线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陆渊这次潮汐之行，替我圣地立了大功，是再明确不过的事。该如何赏赐，自有圣主决断。你们组织各处矿区弟子尽快剥离原石，不日回返南域。转眼间数日过去，而陆渊等人也是在上官若的带领下回返南域。青黄，上官长老现在身在何处？我有事找他。师尊，他现在在船舱里面。好，那我去就回。话完，陆渊便朝着船舱走去。在古矿潮汐中，他曾得到过8块太初命石，这东西对于神境之上的生灵好处很大，但是对于现在的他而言没什么用，所以他准备赠与上官若。弟子陆渊拜见上官长老。你这小家伙，几日不见，修为竟然又有所精进了。生死之间有大机缘，不为所累，必有所获。不错不错，道心可嘉。你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？这是太初命石。入门将近1载，承蒙上官长老照料，这8块太初命石算是晚辈的一点心意。没办法啊，长老，主要是我太想进步了。行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座就却之不恭了。这次古矿潮汐，你立下的功劳很大。我知道圣体修行耗费甚巨，所以在高层会议上，本座会竭力替你争取最大限度的资源倾斜。当然，本座先前答应你的混沌石碑之事，也会一同兑现。多谢上官长老。陆渊顿时一喜，只因那半卷混沌古经对于他至关重要。若是能够成功修行，他便可以用混沌法横行天下，不再束手束脚。2个半时辰后，众人也安全回到了圣地，而圣地高层得知此次的情况，此刻也全都聚集在一起，准备商讨这次的资源分配方案。2次古矿潮汐，我圣地供货原石800多万斤，这其中有将近一半是陆渊带回来的，该如何分配？都说说吧。禀圣主，依老身之见，此行收获应半数冲入宗门宝库，其余数额按照人头贡献均匀分配。至于圣体陆渊，可酌情多得额外奖励30万金元。神城拍卖会，陆渊光是送我徒儿青黄的太阴神斧就价值30万金元。花长老，别把人看得太寒酸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，那倒是老身孤陋寡闻了，太上长老见谅。圣主之语，本座就开门见山的直说了，不是让你们商讨这800多万金元的分配，而是对于培养圣体之事有何看法？古有成立，自天道枷锁降临，没有任何一个圣体能够顺利成神。况且北域风波结束，饶是陆渊展现出了惊世战力，天池那边都没有任何动作，显然也是完全不看好。我们又何必去冒这样的风险？当然，古矿潮汐一行，陆渊功不可没，可以给他100万金元以示嘉奖。上官长老，你意如何？少了，修炼之途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前人先例未必不能被打破。本座对陆渊倒是很有信心。先不说他以后能否打破桎梏顺利成神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与青黄若是能诞下先天圣体到胎子嗣，这样的体质，成圣几乎是板上钉钉，不是几百万金元可以比拟。昨日老祖传念于我，近来天地法则略有减弱，根据以往之鼓励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当时大地寿元枯竭，即将作化，那位无上存在，成道不过7000载，且有不死药相伴，这一点几乎不可能；二是当时大地有意自斩，化为禁区至尊还道于天。老祖推测，第2种可能性非常大，短则30-50年，长则100年，黄道法则散去，又一大事即将开启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诸位长老全都面色一变。圣地老祖皆是圣人级别的存在，对于这种大道的感知是最为敏锐的。黄金大事来临，到时候会有数之不尽的天骄冒出头来，于残酷的地路上争锋角逐出新地，天下也即将动荡。尹长老，你觉得如何？天都前几日从北域归来，对圣体评价极高，我想可以一试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意已决。通神境之前，向陆渊倾斜3批资源：第1次100万金元，第2次300万金元，第3次500万金元。明日开放运龙剑最底层，召唤9大混沌石碑，封锁天地龙脉。另外，所有在册的外门弟子、内门弟子供奉上涨1倍，核心弟子3倍，真传弟子5倍，圣子圣女10倍。大事将开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你敢信？眼前的男人半年前还是一个荒古废体，却没想到半年后，圣地圣主竟然决定倾尽资源培养他。第2天后，收到消息的陆渊便和上官若来到了运龙界，而原本热闹非凡的山谷，此刻却显得异常的冷清。只因要召唤9座混沌石碑，封锁天地龙脉，他是一丝一毫的天地精气都无法泄露出去，而外面几层的运龙剑必然也是会失去效果，要搁浅上1年时间。人到了，那就开始吧。是太上长老。旋即几大长老各自飞到上空，随后爆发出一股难以想象的惊天伟力，而那9座古土石碑随之破开遥远虚空，被映照，然后各自化作一道无光之气，封锁住天地龙脉。陆渊，进去吧。陆渊应了一声，便身形一闪进入了里，而几位长老是收回法力运龙剑，重新恢复了平静。1年，圣体能成长到什么样的高度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陆渊进到里面，看着那些无穷无尽的天地精气涌动而来，浓郁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，如同置身于一片远海。
不愧是无数载岁月才能孕育出来的天地龙脉，果然惊人。随后他便随意的盘坐下来，开始修炼。转眼间半年过去，突然陆渊身上一道震烁天地的声音陡然响起，一股至强至盛的恐怖气势爆发出来，庞大虚影在上空交织，宛如一尊真正的仙王降落九天，俯视凡尘，惊人无比。正体第二异象，仙王临九天，成了。接着他收回了异象，身形一闪，来到一座混沌石碑面前盘坐下，开始逐一参悟石碑上记载的玄奥碑文。随后一枚枚晦涩古字，一枚枚大道符号在陆渊的眼中飞快划过，光影叠叠，熠熠生辉。直至半个月后，他已将9座混沌石碑上记载的碑文全部融会贯通。9座混沌石碑奇异的共鸣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那卷混沌古经。日后找个机会将这法门传下，也算回馈上帝恩情。随后他手一挥，这一物再次消失。而他先前消耗的70万金元，大半都是他储物袋中的积蓄。现在他准备用万出圣地下发的资源。距离运龙殿关闭已不足半年的时间，我要在这个节点尽可能的突破到更高的境界。毕竟这样的修行宝地可遇而不可求。转眼间又是半年过去，而此刻的陆渊已是把元消耗一空。就当这时，一道强大的神念波动从上方徐徐降落下来。1年之期已过，陆渊，你该出关了。法相境4重天，够了。见过诸位长老。你的修为突破到法相境4重天了。是的，侥幸突破了。好，陆渊，你果然没有辜负圣帝对你的期许，做得很不错。来时圣主曾让老夫传话，答应你的后2批修炼资源可随时拨付于你，只需指挥一声即可。好，多谢长老提醒，不过目前来说还用不到。对了，因为黄金大师的到来，青黄和天斗以及其他势力的一些真传，基本上都去往了东荒的中部地带游历了。哦，这样的话，那我也要去中部地带进行游历了。你去中部地带这样也好，一昧的苦修相当于闭门造车，若是游历有益于提升心境。你等一下，老夫去找几个涅槃境的执事与你同行。不必，我只身一人即可。好吧，那你还是要小心孟家和妖神宫的人。据人听说，他们2个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突破到法相境。无妨，手下败将罢了。话落，陆渊便是离开了这里，正式踏上征途。2天半后，陆渊的身影出现在南域的一座大型城池中的酒楼。这位道友，古桑城最近可是有什么盛事？道友是想问，为何这城中的年轻高手越来越多是吧？嘿嘿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美人辈。天星商会的大人物叶青离小姐的战船，一路从最南边开赴过来，据说是可以免费搭载各路的年轻英杰前往中部地带。这里的很多人其实都不差那2万金元，停留在这里多半是想一睹那绝世仙容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叶青离。陆渊听完，眼中有点沉思。这个女人他在北域神城的拍卖会上见过，确实样貌出众，气质超凡，即便是比之不青黄，都丝毫不弱。放眼整个东荒，怕是都没有几个女子能够比肩。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：1，搭乘叶青离的战船前往中部地带，奖励神灵法器1件；2，不予理会，依旧等待快域的空间法阵开启，奖励太古神药1株。居然触发奖励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去会一会这个叶青离吧。2天后，上方虚空突然裂开，一艘巨大的旅船从裂缝中穿梭出来。天星商会的战船来了，这么大，比我们宗主的行宫还要气派。土鳖，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什么不入流的小门派，也敢与天星商会相比？1个银2万金元，100个银就是200万金元，这天星商会是在搞慈善吗？一介小辈，满心喜都在原上，目光太短浅，既然无法想到深层次的事情。哦，前辈似乎是知道些隐秘，愿闻其详。天星商会的生意范围远不止于天下5域，在域外诸多的生命古星上也是遍地开花，所以就能想象得出这是何等惊人的财富。而修士世界弱肉强食，想要守住财富，势必要有盖世强者坐镇。天星商会能够昌盛到今天这样的地步，一定程度上跟折地计划有关。在地前辈，何为折地计划？黄金大事，茫茫宇宙，一代即选3-5人。那古往今来，可曾有真正的大帝与天星商会有渊源？老夫若是知道，还会在这里跟你们这些小辈闲聊打屁吗？早就脱离古星，何有心来去了。原来是个半吊的，我还以为是个高手。诸位道友，古船将启开往东荒的中部地带，古龄30岁以下，有能力自行飞上船的，即可免费搭乘，限时1炷香。男人为了省钱，竟然想坐富婆的顺风船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昔日的情敌也在船上。小天，原来你也在啊！你好啊！你这废体，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出现！手下败将也敢逞凶，要不是在天星商会的船上，我现在就宰了你。上次北域一战是我大意，这次你就没那么好运了，下船你必死无疑。
小辈，人狂定有天收，得罪我妖神宫，你没有未来可言。妖神宫是没人了吗？就派2个这种货色的老妖来保护你，起码也得是通神境才能保你不亡。牙尖嘴利，这圣体是真的狂啊！一上来就挑衅天妖，是妖神宫的2大护法于无物，气魄着实不小。陆道友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自神成一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原来是叶小姐，怎么二位似乎是在挑剔我天星商会的战船狭窄，2大圣子级别的天骄人物竟然挤在这里。叶小姐说笑了，天星商会的面子自然还是要给的。你我之间的恩怨，到了中部再解决，好好珍惜你活着的最后时光吧。你也是，准备好遗言，下船之后我会送你上路。天妖体跟圣体在上古时代也通常都是死对头，一个代表妖族最强肉身，一个代表人族体魄极境，在如今这个时代能看见这2种体质争锋，实在是难得。哦，叶小姐似乎对圣体一脉了解颇多。当然，我天星商会的先辈们也曾培养过一位圣体，这并非什么秘密。陆道友若是想知道圣体成神大劫之事，我也可免费奉告。那便请叶小姐为陆某解答一番。好，陆道友随我来吧。陆渊便随着叶清礼来到了战船上的内厅。叶小姐方才所说的成神大劫，具体是指什么？2大劫难：先天道图与49天劫。49天劫轰杀肉身，先天道图阻碍元神。很难吗？非常难，基本上是必死之局。当初我天星商会培养的那位圣体，同样是精彩绝艳，但是很可惜，依旧是倒在了大劫之下。他几乎已经度过了49天劫，肉身踏入通神之境。不过先天道图带有天道意志，会有秩序神链降临抹杀一切，根本不是涅槃境的生灵所能抵挡。原来如此。陆渊听完，面色依旧平静，这对于他而言不是什么难题，只因混沌之道凌驾于万道之上，强大到能够破开枷锁，强行正道。原本我以为陆道友得知这样的隐秘，难免会心生惶恐，有些顾虑，但看到你却依旧如此平静波澜不惊，如此强大的道心，着实令清离钦佩。叶小姐谬赞，只是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多此无益罢了。感谢叶小姐的告知，那我便先离去了。随后，待陆渊离去之后，福伯突然出现在了这里。小姐，一个末法时代的圣体而已，值得我天星商会区别对待吗？第一次在北域见到他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这个人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，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卖个人情给他，总归来说不是坏事。是什么样的直觉？福伯闻言，神色郑重了几分。他知道自家小姐修行了一种盖世灵术，能够探查出常人无法感知到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无法看清，只是觉得深不可测。那小姐莫非是有心思让她成为择地计划的人选？没有，之前培养圣体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，长老会层面不会通过决议的。况且黄金大事还未真正来临，现在提及择地计划为时尚早，至少要多走上几颗生命古星，才能有初步的人选和方案。也对。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选项1，奖励神灵法器1件。看来这是天意啊！之前我在古矿演化出了一杆长矛，差点将天妖钉死在那里。这次系统就给了我一件真正的战矛神兵，这天妖的死状我已经能预料到了。时间匆匆流逝，天星商会的战船经过了7日之后，终于是到达东荒中部，最后在一座气势雄浑的巨城上方停留下来。终于到了，看紧那小子，别让他跑了。放心，少公主，只要他敢下船，便插翅难逃。城外800里，作为尔等的葬身之地，可好？小辈，你以为你能跑得出800里吗？不需你们，我要亲自出手屠掉此人，沐浴圣血，洗刷耻辱。行了，逼话那么多，有本事就跟我来，我挨个送你们上路。化路，陆渊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金色的光束，遁向远方。小贼哪里逃？来人只是想坐个船，却没想到就遭遇了妖神宫的少公主和2个涅槃境的大妖追杀。然而令别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不仅没有害怕，还主动出击去1打3。嘿嘿，跑啊！看你怎么跑！你们2个封锁这片空间，别让他继续跑了，我自己一人去杀了他。少公主小心，圣体不发，不要轻敌。宿敌救援，今日一并了结。法将境界的战斗竟然威力那么大，这已经丝毫不逊色于涅槃之威了。妖虫小技，天妖拳，有点意思。5行大手印给我去。
这怎么可能？那种级别的拳术，他竟然能在一瞬间发动好几次，而且连施法动作都没有，全都是瞬发瞬成，这太惊人了！什么？怎么样？看你踏入法相境的天妖体，也不过如此吗？还不是被当狗一样打？既然这样，那便送你上路罢了。真当我怕你不成？你这是神灵法器？倒是有点见识。行了，还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我不会拜。哥哥，你记穷了吗？特殊体质，法相及异象，与我无用。不堪一击的东西，给我死！同境界一战，你差得太远。我的肉身、拳术、异象、法宝，全都凌驾你之上，如何拜我？小贝，你太放肆了，你杀性太重，不适合久留时间，就让我们来了结你吧。废话真多，早就等着你们了，正好送你们一起父皇拳。区法相境4重，还想1天？战团中央邀请外一道又一道，而陆渊面对2大涅槃境场，就是寸步不离，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跻身于境界领域的战斗。以1敌2，一罚涅槃境大妖，这真的是法相境能拥有的战力吗？是啊，这圣体是真逆天啊！不过你们看了这么久，饿不饿啊？是有点饿，不过在这地方哪里有吃的？我有啊，这都是我买的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吃。买这么多肯定很贵，你看你又浪费钱。不贵，你别看我点这么多，其实才花了30多。这么便宜，在哪点的？这是我在美团拼好饭点的。最近我发现蜜雪冰城、塔斯汀、张亮麻辣烫等越来越多的大品牌都选择入驻美团拼好饭，不仅价格低，品质还不低，爆款外卖美团都能吃，不仅有正餐，各种奶茶小吃也应有尽有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下也去看看。这小子邪门，我们要全力出手。心思不约而同地照出天地风向，母鸡马狗之辈罢了，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何为异象。圣体异象，先亡灵9天。这一刻，在场所有人全都震撼。仙是凌驾于大地之上的传说，没有人亲眼见证过，也不知是否真的存在。但是流露出的这股气运却是无比的真实。雕虫小技，给我破！随后，庞大的仙王法身手一挥，突然在虚空之中探出一张大手心，天地裂之势，震杀。此刻的2人又惊又怒，完全没想到自己辛苦淬炼的神通法相，在圣体异象面前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。但还没等他们惊讶，陆渊就以脉搏冲杀至面前。刹那间，这一幕场面被在场的一众年轻高手亲眼目睹，心中全都发寒。2大涅槃境的老辈强者就这么轻易的被屠掉，甚至比天妖落败的速度还要快上不少。这就是竞技领域的战力吗？能够无视大境界阻碍，逆天功法，短短1年时间，圣体就已成长到了如此高度，年轻1辈中还有谁人能挡？而做完一切之后的陆渊便再次落在天妖旁边，而此刻的天妖就如同待宰的羔羊，任人宰割，无力抗衡。大势将开，我本能正道，却是倒在了这里，无心不甘，无心不甘啊！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上路吧。天妖就这样死了。圣体陆渊当真是百无禁忌，是个可怕人物，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杀了妖神宫的少公主，无视一切。众人中不少人头皮发麻，面色巨变。谁都知道天妖乃是妖神宫老公主最喜爱的后人，可谓是倾注了心力去培养，却是还未等到黄金大师降临，就被钉死在了山崖之上。几乎可以预料到，这个消息传回北域将会引发何等的惊天大乱。同时，这也是大势开启之前第一个阵亡的圣子级别人物。紧接着，陆渊伸手一招，金色战矛和几人的土流弹飞来之后，朝着远方大地前行而去。来人只是随手杀了个几个妖怪，却没想到其中一个竟是妖族少公主。而当消息传到妖神宫老公主这里时，此刻的她可谓是雷霆震怒。随后她便气血发展，来人，给我派出神境之上的强者寻找圣体陆渊，然后不顾一切将其绝杀。你说什么？天妖死了？是的，死于天关城800里之外。同行的2位涅槃境护法尽皆战死。1年时间，他竟然也走到了这一步。不是说荒古圣体修行缓慢的吗？光论境界而言，都快超过我了。
怎么，他就是上次打伤你的那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真是稀奇，在这个时代竟还有人不计教训去培养圣体，有点意思。若是在中部见到此人，我帮你斩了他。眼前男子云淡风轻的开口，仿佛斩杀一个法相近的圣体，对于他而言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但孟瑶最终还是将话咽了回去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转眼间半个月之后，陆渊一路前行，来到了这里这个奇异之地。各位道友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里啊，这里是黄金岭。黄金岭这个名字很古怪，有什么由来吗？具体情况在下也不是很清楚。相传这是太古时代的一位黄金古族至尊作画之所，那位是强者在晚年时画到解体，他的血染红了高天与平原，他的古画做了2侧的大院，这里还有一座黄金天梯，是他的脊椎骨所画，攀升到一定高度，打破即定能获得大造化，所以很多修士都来过此地寻求机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几人的谈话正好被不远处的陆渊尽收而，但令他没想到，在这里都能碰到娘家人。那名青年男子，赫然便是曾经在神城有过一面之缘的步星河人。居然是他！那熊猫头你认识？别乱说，那是青黄族界的道侣圣体陆渊。哦，他就是那个圣体。斩杀天妖的事迹已经传开，妖神宫派出的高手正在四处搜寻，他竟然还敢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人多之地，连容貌都未曾改变，气魄当真不俗。走吧，既然遇见了，就去打个招呼。时隔1年多未见，陆兄风采依旧啊！好久不见，姐夫好。这位是？他和青黄族姐同出一脉，算是表亲。这次是随我一起来中部游历的。我叫顾子明，久仰姐夫圣体大名，希望以后在东荒大地遇见，能多多关照小妹。这时，上方虚空一阵剧烈的风，只见裂缝中出现了几道人影。是他，苍蓝圣地的新晋圣子廖成风。黄金天梯，不知这一次我能走到哪里？徐老，李一帆之前登到了哪里？回圣子73阶。下一瞬间，廖成风身形一闪，径直冲入天梯，然后开始击。好快的速度，数息间就登上了10几层阶梯。而就当廖成风势头迅猛之际，不远处的陆渊和顾星河全都纷纷开始登梯。第一步踏上，就有一股沉重的压力顿时从4面8方笼罩过。陆渊的身形停留了一瞬，察觉到了此地的奇异。原来如此，这里规则之力在束缚着登梯之人，但这种束缚又与境界无关，它会随着登梯之人修为的高低，降下不同程度的压迫感，在考验极境之力。弄清楚一切后，他的脚下天梯镜头掠去，那种速度极为惊人。那是何因？登梯的速度竟然比苍蓝圣子还要快上几分。这还用想，肯定又是从其他大域横渡过来的天骄人物，兴许是哪个大教道统的性质也说不定。与此同时，先登梯的苍蓝圣子脚步也是逐渐慢下，在63层阶梯处驻足下，身形调整着自身的状态。不自量力的东西！苍蓝圣子瞥了身后的2人一眼，冷哼一声。但陆渊此刻对他的心思根本没有理会，他一边感应着奇异的法则，一边埋头前行。61阶了，他还在前行。不愧是圣体，肉身无双，体魄惊世，不动用一丝一毫的神力就能走到这里。什么？廖成风见到这一幕，面色一变，浑身缭绕起一道又一道的风向前上到了70层，廖成风的躯体已经摇摇欲坠，机体因为承受不住莫大的威压，开始越发难受。这不可能，他究竟是谁？竟然比我还溜！而当陆渊踏足第81层阶梯后，铺天盖地的恐怖威压从4面8方笼罩过来，下一瞬间，陡然间从陆渊的体内爆发，宛如一轮大日冉冉升起，与这天梯映如一色。原来是圣体陆渊，难怪可以单凭肉身之力就攀登80层阶梯。不过他还真是艺高引胆大，前段时间的风波尚未平息，就敢大摇大摆地游走世间，难道不怕妖神宫强者的报复吗？圣体竟然是他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而当陆渊来到了98层后，天梯上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如约降临。那是一个只有陆渊能看见的，他披戴着金色甲胄，就像是一尊黄金战神，恐怖绝伦。这是黄金古族族人曾经的肉身领域极境者，但陆渊只是猎杀不愧是肉身极境，在这一领域竟然能将我击退。随后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冲出，与黄金古族虚影奋力搏杀在一起，直至交战数十个回合后，陆渊的一记圣拳降临，径直贯穿了黄金古族虚影的头颅，顿时光影炸开，消散于天地间。而周遭的道子也在一瞬间，陆渊也成功的顺利登顶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完成了全部的天梯挑战，登顶了。圣体打破了极境领域，这岂不是说明他有超越古之圣贤的大地资质？一个骨牌凭空出现，万千道符文与金光在其中闪烁交织，充斥着盎然的生机之力，最后凝结成一个金色的符箓，径直飞向陆渊。那是传说中黄金古族的骨髓，死后的最精华所在，至尊液。据传闻中所言，至尊液只要服用1滴，就能让人完成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如今陆渊登顶，竟然得到了那么多的至尊液，没有人能够不眼红。顾兄，你还要继续闯吗？不闯了，这已是我的极限了。好，那就下去吧。
说完，二人便离开了天梯。但让他们没注意到的是，廖承峰眼中闪烁的金光越发的凌冽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。徐老，动手拦下他们！只因我是天梯，就这个在场中。而苍蓝圣子更是直接让涅槃境长老对我出手，封锁空间，拦下圣体。看来这苍蓝圣地的人要对陆渊出手了。苍蓝圣地的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姚神公与我苍蓝圣地素来有旧，天耀与我也是交情不浅。既然撞见了，我自然不会放任你离去。蒋夺至尊业大可明说，非要扯上一个死人，天妖虽然不堪，但想必也不会跟你这种货色为伍吧？你说什么？自古以来，圣体出世必定举世皆提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，狂妄到不可一世。这里虽然是中部地带，但是你苍蓝圣地也无法一手遮天。你要杀圣体，就要想清楚后果，能否承受得住顾家、陆家还有万处圣地的怒火。不用理他，给我上！一个无法成圣的废体，杀了又能如何？他没那么大的分量。是圣子。蝼蚁一样的东西，非要主动求死也罢，送你们上路。你圣子。这一刻，徐长老的眼中充斥着浓浓的不可置信之色。廖承峰好歹也是一位法相境3重天的修士，竟然一个照面就被圣体给打了。是万出圣地的混沌法，这一代中除了尹天都，竟然还有第二人掌握这门古经。小辈好歹，杀我苍蓝圣地的圣子，日后终不将再无你的容身之地。聒噪，要打就打，哪来那么多逼话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动手杀了他。沙利苍蓝圣地的涅槃境长老和陆渊站在一起，战团中央爆发出极为可怕的威能，但是却依旧伤不了陆渊分毫。下一秒，这么一个闪身，就杀到一位涅槃境长老身前，长矛一挺，顿时一颗西瓜头飞起。冯心，此人不知修行了什么身法玄术，速度快到令人发指。快拉开距离，我们一起施展法相，不要给他机会。不自量力。这是传说中的圣体异象，仙王临9天，大劫天旨。随着徐长老等人死亡，至此苍蓝圣地的涅槃境强者尽皆陨落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胆战心惊。苍蓝圣地居然全军覆没了。性体行事当真是如传言中的那般百无禁忌，没有实力贸然招人，必然要遭削减。做完一切之后，陆渊大手一挥，将苍蓝圣地所有身死之人的储物袋收入囊中，便来到了无心岛。姐夫好猛，这就是名传南北域的圣体战力吗？太强大了！陆兄当真了得，还未等我顾家族老出手，就把人杀完了，这等战力令人汗颜。小事而已，是他们自寻死路。我在东荒几域树敌不少，不适合与你们同行，就先告辞了。好，那就此别过，日后有缘再见。随后，陆渊便离开了这里。2天半后，陆渊来到了一座简易的洞府，他将那至尊叶取出，仔细的端详了一番，便给上一大包杀戮锭，一股古霸烈与奇异的陆渊不敢大意，随即全力炼化着饮下的至尊叶。7日后，洞府内突然金光大作，神力蒸腾。至尊叶的强大药力让他的体魄又是强了不少。以往都是肉身境界在拖累我的修行速度，没想到这次竟然反过来了。不管了，继续。随后，他再次进入深层次的修炼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把至尊叶炼化完后，便从修炼中醒转过来。看来我的肉身已经到达了涅槃境的临界点，血液已经开始向金色圣血转化了，现在差的就是神力和神识了。他知道圣体成神之后，生命层次发生蜕变，鲜血的血液将会转变成金色血液，蕴含恐怖的生机，即便是一些万年份的大药都难以比拟。随后，他不再多想，大手一挥，数十个储物袋里面积攒，像是潮水一般的涌了出来。紧接着，他没有犹豫，体内混沌本源开始疯狂熔炼元中精气，全力的提升着自己的修为。转眼间，3个月过去，而陆渊的境界也已经到了法相境9重天。在这里待了那么久，也是时候离开了。毕竟已有快2年的时间没见到青黄了，也不知他在中部地带的游历是否顺利。思忖了几息后，陆渊决定先去附近的城池打探消息，再决行程。随后身形一闪，便离开了这里。男人只是想喝一壶清酒，却没想到被眼前的少女骂穷逼。这位公子，我们醉仙楼的席位是有落位要求的，您看要不再点一些别的？穷逼，没缘也要冲大头来醉仙楼吃饭。小妹妹你呀，还是涉世未深，对什么人都客客气气，管他作甚，直接插出去。若是抹不开情面，本公子可以替美人代劳。不敢劳烦秦公子。
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中部可是太不平静了，血祸大事一件接着一件，连不朽圣地和旷世大教都被惊动了。是啊，近1年来还真是邪乎无比，连圣子级别的人物都陨落了好几位，引得各大势力的真神在世间游走，太过于吓人。据说那几位圣子级别的人物死状很是凄惨，连体资本源都被剥夺吞噬一空。有大势力的老一辈强者猜测，很有可能是某种旷世邪功，或者是传说中的那种邪恶体质，在这个节骨眼出世了。哦，还有这样的秘辛，能吞噬别人本源的体质是何体质？吞天魔体。话音落下，旁边的陆渊突然一击，吞天魔体。这种体质霸道无比，主收吞噬大，可化世间一切体质为己。修行到大成之境时，一念之间就能吞噬掉一颗生命母星。我和青黄皆是罕见体质，若真是有吞天魔体在这个时代出世的话，那还真得小心些为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苍蓝圣地这2年可真是凄惨，圣子竟然成了高危之位，像是韭菜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。的确如此。对了，那圣体陆源到现在还没消息吗？据说妖神宫的人、苍蓝圣地的人都在找他，不会是早就跑回南域了吧？我看未必，这样的人百无禁忌，料想不会被这样的场面所吓到。算了，喝酒吧。最近不太平，各域的天骄都在往圣城跑，可能会有大事发生。圣城既然圣城现在这么热闹，青黄也可能会出现在那里，不如就去走一遭吧。又是几个高谈阔论的泥腿子，万出圣女顾青黄，乃是名传东荒的绝色美人，区区一个废体，怎么能配得上？公子，那顾家小姐真的如你所说那般绝丽，跟奴家相比如何？你是牛粪。逗你的，我说的是那废体，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他可不就是牛粪吗？公子慎言。就当这时，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他面前。哥，别摸了，先解决问题啊！怕什么？你个穷酸鬼，看什么看？自己长嘴吃下，我不杀你。你杀了他，给我杀了他！道友得饶人处且。聒噪，跪下再说话。公子，此人实力极强，我们2人不是对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敢如此羞辱于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死活，我管你是谁，下地狱说去吧。穷逼！离开了醉仙楼后，陆渊来到了圣城的一条街道上。陆源，真的是你发香金9重天了？最近的传闻果然是真的，难道和先天道胎结合之后，对圣体的天道枷锁也有影响吗？见过族老。来，进屋一叙。不必了，我还有事。族老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听说你在黄金岭登顶了天梯，得到了一池至尊液，能不能分出来一些给家族？这种天地神物，对于我族序列的肉神境蜕变有莫大好处。当然，虽为一家人，但是公私分明，家族也不会白拿你的。你可以提一些要求。抱歉，用完了。一池的至尊液全都用完了。对啊，不然我的修为不会提升的这么快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喝不下的，我拿来洗脚了。听了陆渊的话，陆正明气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他知道陆渊这是不想给他，但却也无可奈何。最后他强忍着心中怒意，拂袖而去。经过一番打听之后，陆渊也是终于找到了顾青黄这里。你这么快突破道法相近9重天了？我得到了不少奇遇。这是至尊液，是在黄金岭的天梯所得吗？这你收下吧。呀，这太贵重了。以我们的关系，大可不必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，收下吧。前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吞天魔体一事，有没有波及到你？没有，未曾有这样的人暗中对我出手。没有就好，你平常小心一些。对了，很多大势力的天骄都在圣城附近现身了，好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据说是有一处大地古墓将要开启，打开古墓需要4角烙印着大地道纹的阵盘，地族封家有1角，是魔教有1角，北元道统千与洞天有1角，还有中州的冰神殿有1角。现在4角阵盘集齐，已在谋划开启大地古墓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这种事不应该是暗中进行吗？怎么现在搞成天下皆知的样子？地族封家乃是出过大地的古世家，底蕴雄厚无比，是魔教亦是旷世古教，掌控着一件极道兵器极为强大。而后面2家的实力虽然不弱于东荒的各大圣地，但是没有地兵坐镇，想来是他们自知无力抗衡这2大顶级道统，故意走漏了消息，引得各大势力前来相争，维持某种意义上的平衡。有道理。陆渊神色恍然，第一次对中部地带的顶级道统有了一个模糊的认知。检测到宿主当前经历，触发选项奖励：1. 与诸强相争，进入大地古墓内争夺机缘造化，奖励上古圣树6道轮回拳。2. 地大石锋芒，悬球自保，奖励圣兵9色琉璃甲1件。触发选项奖励了，看来这大地古墓之事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确有其事，真到不能再真。算了，先不管他们。
青黄，我看这天色已晚，是时候该睡觉了。转眼间，2天半后，圣城上空可谓是强者云集，而万族圣主等一系列长老也出现在了这里。突然，远方的苍穹处突然裂开，一艘庞大的战船横渡而来，是一名看起来20多岁的青年男子。那是何人？台场竟然如此之大！几日前，连各大势力的圣主降临，都未有过这样的声势。那是地主封家的序列神子，城中一半的产业都是人家的。你说排场大不大？青黄，那个人你认识吗？地族序列封玄，他是封家年轻一代中最强大的人物之一。少年时就曾名动八方，拥有竞技领域级别的战力，只是最近几年才销声匿迹。不过听人说他已经踏入了涅槃境界，实力极为强大。封家的人原来如此。不多时，圣城上方的虚空再次震动，而虚空中再次出现了一拨人马。始魔教来人了，始魔教主的大弟子延伸，他也来了。风玄，好久不见，销声匿迹避战数年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你死我都不会死。千语洞天，冰神宫的人何在？就当封家长老话音落下，圣城顿时出现数道身影显化在半空。我们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那就启程吧。话音落下，各路人马开始撕裂开虚空，向远方急速遁去。2日后，一众大势力的人马到达了一处空旷到无际的平原地带。动手吧！话音落下之际，4块古铁盾牌同时从4大势力中飞出，在无数道目光下，阵盘合而为一，心动。这地底世界果然有玄妙，这里面有黄道法则之力，会压制世间的诸多大道。这地底世界会压制大道法则之力，相当于年轻一辈强者争斗的舞台。本座就不去了。当然，你们若想下去，可自行前往。若是圣体与圣女殿下需要护送，老夫倒可与他们随行。反正就这一把老骨头了，折腾散了也就散了吧。尹长老可以随你们前去，需要同行吗？多谢尹长老好意，弟子无需护送，可独自前往。这好吧，你们万事小心。可惜天都不在这里，无法跟你们并肩作战。大地古墓，我倒要看看有何出奇之处。话落，延森竟是不顾周遭人的反应，第一个纵身飞出，冲了下去。延森，快，你们快跟上他！话音落下，一众始魔教的人马纷纷腾跃而起，向入口处冲去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圣地世家等等势力都各自化作一道迅捷的流光俯冲下去。进去之后，陆渊等人发现这处遗迹格外的壮观，像是一片大峡谷，每一条道的尽头处都是能通往一座偏殿，错综复杂。这里这么大，我们要分开行动吗？青黄，你意下如何？分开行动吧，如此之多的殿宇，我们若是全都挤在一起，怕是很难有什么大收获。好，那就分头行动。经过2个半小时后，陆渊来到了一处殿宇之前。这里虽然装修得很好，但好像没有好东西啊。嘿。看样子是老夫来晚了一步。这位小友可是在这座偏殿内得到了什么神物？什么都没有。小友不必紧张，老夫没有恶意。我寿元已是无多，此番进入古墓，只是为了寻求些延寿的神药。小友若是有这样的收获，我可以原石购买。我不紧张，这里没有神药，不信你自己进去看。这样吗？那老夫还是自己进去看一下吧。不过保险起见，小友还是等一下再走吧。老夫寿元无多，不想错过任何机会。呵呵，寿元无多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别活了。小贝尔感。小子还算有点本事，但也就有点了。老东西手段倒是不少。年轻人何必火气这么大？有话好好说。老邓跟阎王说去吧。此刻，虽然陆渊贯穿了老者的头颅，但他却没有立即身死。一团银白发亮的光团从陨落的肉身中脱离出来。这就是元神吗？陆渊知道，神境之上的修士神宫内会诞生出元神，即便是肉身受损，也能自主的剥离出来，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生死。旋即他屈指一点，一道光束从他指尖迸射出，老者的元神顷刻间被洞穿。他察觉到一股霸道无比的力量，在破灭他的一切力量，瓦解一切生机，但又无法阻挡。没过几息时间，光团化作点点光华，消散于虚空中。至此为止，一位神境修士才算真正的陨落。好好待在家养老不行吗？非要自己找死。随后陆渊大手一挥，将那老者的储物袋射入手中，而后头也不回的扬起。身怀荒古废体的你，却遭遇到了神境老头打击，然而又没想到的是，废体的你竟一拳使他。而后陆渊摸了老头的事后，意外，他也是被前方的激烈打斗吸引，只因大地古墓有争斗的地方必有重宝。
那接天旨，陆爷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梦瑶在这里被我撞见，你断无生还的可能。昔日救敌天妖已经上路，让我来送你一程。法相经九重天，你竟然达到了如此高度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不干！怎么，你打不打？陆道友，我无意与你为敌，告辞了。看来这就是二人争夺之物吧。这个神元估计能价值100万斤普攻的元，能量还更纯净，价值极为珍贵。话落，陆渊便将一众战利品收入囊中后，快速前行而去。前进了数十里，陆渊终是来到了地底世界的主殿处。有几个台座摆放着数种奇异的瑰宝，其有一卷古卷，其二则是一块古朴石碑，其三是一块坚硬的神体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仙金级别材料，能打造几道兵器的永恒蓝金？与此同时，台座之上似乎生出了某种奇异的感应，一缕缕古朴沉重的金黄色气体溢散出来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万物母器，宇宙之始，万物之初诞生的无上瑰宝？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修士皆是无法保持平静，毕竟谁人不想成帝？而这万物武器正是淬炼帝兵的无上瑰宝，没有人能不眼红。这一刻，整个古殿内称得上是剑拔弩张，肃杀之意十足。与此同时，陆渊也在四下打量，眼下汇聚于古殿中的人数并不少，各方势力都有年轻一代的绝顶人走到了这里，称得上是诸强汇聚，强者云集。万物母器乃世间瑰宝，想要收服也需要特殊的容器。寻常的空间秘宝，恐怕收入不到一缕，就要被压得粉碎，难以存放。既然各位都不出手，那我严森就来试试替大家开个头。哼，还轮不到你替我。四面八方皆有恐怖的攻势向严森打去。这一刻，严森怒往着向四周杀去，刹那间场面顿时沸腾起来，混乱无比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不将一部分人赶出古殿，想要从容的收取万物武器，得到台座上的造化，都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进入到了混战，而陆渊手持一杆金色的长矛，和顾青黄站在一起。大哥，这是陆渊和万出圣地的圣约，我管你这那，都给我杀！雕虫小技呀！青黄，你不用管我，退到一边，我准备去收万物母器。顾青黄闻言，俏脸不禁一变。他深知陆渊的性格，一旦决定下来，断难更改。随后，陆渊开始向坐台中心靠近。在这期间，也有不少人想要趁着混乱的空隙去夺取瑰宝，但毫无疑问，都承受不住一轮的攻势，纷纷败退下来。哪里来的无名之辈，也想染指之宝？卧槽，这人是谁？怎么那么牛逼？陆渊将他击退之后，再次来到万物武器前面，二话不说，探出手掌向万物武器抓去，徒手收取万物武器，他是傻子吧？而正当他们以为陆渊是傻子时，震惊人眼球的事情在万众瞩目之下发生了。只见那一缕缕万物武器，好似有了灵智一般，纷纷涌入那青年的苦海，且没有丝毫要爆体的征兆。什么？他一苦海容纳万物母器，竟然成功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此刻，陆渊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。饶是重若亿万钧的万物武器，也能被混沌气所覆盖。兄弟们，别打了，快出手先杀了他！动手，一起出手杀了他！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他是南域的尹天都吗？他是圣体陆渊，习得了万出圣地的那一卷混沌古经。竟然是他！圣体，多么古老的字眼，事情变得有意思了。陆渊，你杀我叫圣子，还敢在这里显眼？万物武器不是你能够染指的，交出来！看来不杀一两个人，你们真当我好拿捏的是吧？还有谁？这种树很像那种失传了几千年的九秘之一——斗字秘。竞技领域战力有意思，除了风玄，很久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对手了，值得让我正视。话落，两个人开始厮杀在一起，二人短兵相接，拳拳到肉，打得虚空瞬间坍塌，不断裂。这就是竞技领域的战力吗？当真是恐怖如斯啊！
此刻冰神宫的神女忍不住从心底生出一股无力，自负如她，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差距。而就当这时，不远处一位老真神出现在坐台上，一爪顿时把大地石碑、兽皮骨卷，还有那块永恒蓝金抓子就朝外吐槽而去。好小子，我看你能不能跑掉。哪里来的老中性，敢当老六？还真神当场身陨，而严森得到了那块永恒蓝金，陆渊拿到了古卷，风玄则是射来了一座石碑。而就当这时，整个大地古墓都在摇晃，各处开始蔓延裂隙，崩裂坠舞。不好，机缘被拿，地底世界要塌了。此刻风玄、严森二人虽有不甘，但是心中却明白，想要短时间内解决掉陆渊争夺万物武器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最后只能咬了咬牙，运转急速向古殿之外冲去。陆渊也是毫不犹豫，一个闪身就来到顾青皇的身边，拦腰一晃，化作一道金光向外冲出。小心！搞偷袭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这都杀不了你。斩掉此人之后，陆渊没有片刻停歇，便带着顾青皇继续冲向入口。而平原之上，各方势力的大人物皆是有所感应，那股黄道法则之力即将散去，想来地底世界的古墓也要崩塌了。不知下方拥有什么样的惊世造化？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大地古墓中可有收获？收获不菲。哦，这是一件完好无缺的圣兵。那陆渊，你呢？圣主，先回圣城再说。我杀的人有点多，得到的宝物也很重，各大势力有可能会对我们出手。此言一出，万出圣主与尹长老这两位天神面色皆是一变。听他这话，想必惹下的事端绝对不小。既然这样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溜啊！万出圣主当机立断，大手一挥，全部人向圣城急速遁去。一路风平浪静，好在没有任何势力追赶，这令得几位圣地的长老大松了一口气。好了，现在应该没人追来了，快说是什么样的造化？看着众长老等，再加上古墓之中很多双眼睛都在看，对此陆渊也没有隐瞒，从而把在古墓所得的造化告诉了他们。但当他们听到有万物武器时，都是大吃了一惊。什么万物武器？大地古墓中竟然有这等神物出世！可惜我万出圣地并未持有准地兵技，不然的话，倒可交由你来执掌。准地兵融合万物武器，是有一定的机会能蜕变成真正的地兵的。毕竟有地兵在东荒才有真正的话语权。行了，在古墓中又杀了谁家的圣子圣女？人数不少，有些人叫不出名字来。行吧，此事先搁浅，抓紧赶路。万物武器对于有地兵的道统有着难以言喻的诱惑，封家的人和使魔教的人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经过2个半小时后，万出圣地等人也是回到了圣城的驻地，而陆渊则是回到了自己的密室中。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选项1，奖励6道轮回拳。系统的提示音落下，一如玄妙晦涩的古老传承，宛如醍醐灌顶般涌入他的识海，同时一幕幕光影像是幻灯片一样，将陆渊的意识带到一处神秘空间。一位英姿伟岸的男子脚踏星河，背对众生，秦立在那里。这是6道轮回拳，他是上古时代成帝的圣体。陆渊一阵失神，与此同时，他又陷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悟道状态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从这种状态下醒转过来。6道轮回拳不愧是圣体成帝开创的盖世神术，拥有难以想象的恐怖杀法。若是将其完全掌握，我的真实战力应该可以跻身于8剑，甚至短暂的踏入神境领域。只因我吸走了万物武器，就令得整个圣地都惶恐不安，甚至还有长老扬言要把半截身子入土的老祖召唤出来，决一死战。圣城周围有不少强者都隐匿其中，想必是为了万物武器而来。我们该快些离去，返回南域了。没错，在圣城周围，那些人不敢动手，一旦爆发天神大战，生灵涂炭，没有人能承担这样的后果，起步也要在万里之外。到时候，老夫自有手段，横渡西风，返回南域。回到南域之后呢？各大势力若是一意孤行，强而为之，必然会给圣地带来血劫。我万出圣地立教10几万载，亦有圣人底蕴，不至于连你一个小辈都保不住。你不必过多担忧。若是逼急了，本座不介意让老祖们提前出世，开启东荒战端。多谢圣主好意，不过我陆渊一生行事，不愿累及他人，我意已决，将独行离去。什么？你要自行离开？这样不妥，太危险了。青皇说的没错，陆渊，你不可意气用事。以你的战力，虽然可以傲视同代人界，但终究是修行时日太短，无法抗衡老一辈人。我自有抗衡神境修士的办法，诸位长老不必再劝。完整的混沌古经。什么？你从混沌古碑中悟出了完整的古经？
这一刻，所有人都震撼无比，这是何等的悟性与天资！这一卷古经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。但万出圣主只是叹了一声，终究是没能说出什么。圣主，诸位长老，你们准备启程吧，我和青黄说几句话。这个你拿着，虽不能完全发挥出威能，但不失为一宗强大的防身手段。怎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我不是不相信，是怕有什么意外。没有意外，大道漫长，神道孤独，离别常有，无法久伴。回到圣地之后，你也要好好修行。下次再见，我已成神。铿锵话语响彻耳畔，圣体成神之艰难，但是陆渊却有这样的自信与道心，饶是顾青黄都感到十分动容。好，我等着你。转眼间4日过去，而万出圣地的战船此刻也是往南域方向赶去。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是万出圣地的一众高层人物都知道，此行怕是不会那么安稳。而就在这时，虚空中无数道璀璨的威压突然降落下来，竟是将这方天地的规则都影响，从而使得战船动弹不得。有天神出手了，藏头鹿尾之辈，滚出来！混沌法虽然惊艳，但终究残缺，算不上无敌。你们万出圣地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趁早交出，可免血腥屠戮。天地造化，有能者居之，何为该拿，何为不该拿？中部自古多地荒，留下的神物也该由我等来掌控。无稽之谈。古之大帝之所以在中部建教，留下道统，是为了震慑东荒诸禁区。关尔等何事？此刻的圣主虽然知道在这里与其辩论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却不得不为之，因为这样可以替陆渊多争取到一些出城时机。任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万物母气也由不得你带走，一意孤行，乃自取灭亡之道。威胁我，本座纵横天下的时候，还未曾有人敢这样与我说话。你是哪个？滚出来！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，不在凌霄圣地后山等着作画，也敢来趟这趟浑水！地图封家的几位太上长老，交出来吧，老夫可以保证不伤及那小辈的性命。你之圣地没有地兵坐镇，要之无用。就当话音落下的同时，远处苍穹又是爆发出一阵阵恐怖的大爆之力，最后化成了数道魔光，秦立在那里截断了战船的去路。尹万愁，别白费功夫了，想在我等的眼皮子底下横渡回南域，即便是全盛时期的你，也没有那个本事。哼，不过是承祖先遗言罢了，算得了什么？事已至此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一旦动用地兵，尔等都将万劫不复。你们不要白费心思了，陆渊不在这里。圣主知道只能拖延到这里，再继续下去势必要开启天神大战了。他不在，万物母亲未必不在，让本教主探查一下，便知分晓。这是始魔大帝的兵器，始魔古镜。始魔教果真是携地兵而来。万出圣地的几位长老面色皆是大变，还好听了陆渊的建议，不然此行定是凶多吉少。非但万物母气保不住，所有圣地的人恐怕也会折损在这里。旋即下一瞬间，始魔古镜散溢出极道之威，一缕缕光束横扫而来，像是在映照轮回，照耀古今，极为可怕。果然不在吗？走回圣城。哎，这个时候，陆渊那小家伙应该已经出城了吧？但愿他能顺利走脱，自此远离东荒吧。青黄，你不必担忧，能在有天道枷锁的时代下崛起的圣体，绝非池中之物。生死之间，有大恐怖，亦有大机缘。或许此劫过后，鱼入大海，龙熬9天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